保重，别害怕，我会去。5年了，这个梦还是挥之不去。5年前，我被亲妹妹顾心雨算计，怀上陌生人的孩子，生下死婴后被他们夺走骨份，关进了精神病院。如今，她要嫁给傅家那个据说活不过28岁的病秧子，舍不得了，才想起让我去替嫁出席。哼，属于我的东西，我必须拿回来。亏欠我的人，一个都不会放过。心雨，这次多亏你想出让你那个赔钱货姐姐去替嫁，不然妈妈今天真要哭死了。妈，你别这么说姐姐，这一次如果不是她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只是我怕姐姐她不答应。她一个不知检点、被野男人搞大肚子的女人，能嫁进傅家这种名门望族，是她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他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？你妈说的对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忘了5年前她是怎么污蔑你的。哼，凭什么认为我不敢拒绝？你不去傅家，好回来做什么？奶奶生前立下遗嘱，我和顾心雨各占顾氏10%的股份，你们是不是应该把股份还给我了？你还敢提这件事？如果不是你做出那种丢人的事，害得顾氏股票大跌，我怎么会收回你的股份？逆女！哼，不给也行。那今儿个这婚我就不结。你敢？来呀，朝这儿来！只要这个巴掌落下来，股份我不要了，替嫁的事也免谈。想好了，这一巴掌打还是不打？你个逆女，还敢威胁我！我看我不打死你！爸，你别打姐姐，你要是打了她，她真不去替嫁了怎么办？我可不想嫁给傅家那个又丑又病的怪物，死也不要。你究竟想怎么样？把我的股份还来。海生，4年前公司上市，你的股份早就转给你妹妹了。你在精神病院这5年不好好反省，一出来就跟你妹妹抢东西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哼，那让妹妹去嫁呀，找我做什么？你股份到底还还是不还？姐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何必分得这么清楚呢？你居然打我！怎么打你还需要看黄历？拿到股份，我立刻就走。再拖下去，就不知道傅家会不会发现新娘被调了包。好，我给你，你马上去傅家。这就对了，顾心雨，你再好好想想，还欠了我什么？什么意思？5年前我是怎么失身的？不是姐姐自己私生活混乱吗？怎么还问起我来了？反正你也没有证据。证据很快就有了，给你2天时间，好好想。为了顾心雨的幸福，他们还真是不惜一切代价。若当年他们也能这样护着我，我那无辜的孩子就不会死了。说，姑奶奶，你总算舍得出山了，比我预料的还早。有事说事。如你所料，精神病院后山那块地的土质确实特殊，我们培育的那批草药长势极好，这批订单已经被海外的大买家全部订下了。去银行保险箱把我5年前放进去的东西取出来。是那个翡翠扳指？我一定要找到你。二小姐，有个老太太在前面倒下了，看样子应该是来碰瓷的，我绕路走。这身衣服不像是碰瓷的，倒像是疾病发作。停车！哎呀，小姑娘别烂好心呐！现在的老太婆倚老卖老，碰瓷的人多了去了，被骗了哭都哭不完。哎呀，是啊，新闻天天播，怎么就不长记性呢？老人家，
吃药。5年过去了，滨城仍旧是傅家的天下。顾小姐，请跟我来。请顾小姐在这稍等片刻，如有需要，可以直接吩咐。好。住手！这就是傅家二少爷傅西周，传闻中又丑又残，还活不过28岁，分明是骗人的。这身材哪里有半点残疾的样子？过来。哼，这是记上仇了。你不是顾新宇。我是顾新宇的姐姐顾北生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很难相信这样一个小不点儿竟能徒手制服雪狼，还占了上风。替嫁，胆子不小。你顾家为了1000万的聘礼也真是煞费苦心，就算是守活寡，你也要撑着来替嫁。傅先生，你这样诅咒自己可不好。你不会死，我也不会守活寡，或许我还可以帮你。哦，还会医术。刚才我触碰过你的脉搏，你身上有一种毒素，从母体带来。谁准你查？我想帮你。帮我？对你有什么好处？实不相瞒，如果我不能留在这里，我妈就要将我送回精神病院。帮你就等于帮我自己。从某种程度上看，我利用了你。第一次有女人敢说利用我。你知道上一个这样跟我说话的人是什么下场？知道冲洗意味着什么？是你自己来，还是我帮你？他只是答应了，但条件是直接入洞房，绝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。怎好劳烦二少动手？当然是我自己来。这和霸总剧本走向咋完全不一样？怎么，不是要自己动手？你怎么了？是发病了吗？出去。傅西周，你现在不要乱动，深呼吸。西周哥，西周哥，你怎么样了？顾小姐，你最好不要碰他。西周哥天生抗拒女人的触碰，基本上一碰就炸。怎么可能？西周哥他竟然主动碰一个女人！你这是做什么？救他。不行，我没见过有人这样治病的。西周哥要是出了什么事，你我都担不起这个责任。他死了，
我赔。这个抽血新娘，好大的口气，又冷又傲。顾北生，你疯了吗？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想让他活就闭嘴。没见过这样治病，现在就见了。看不惯就出去。我是傅七州的妹妹，我有权利护着她。别管家，把她给我撵出去。啊！谢州哥，你怎么了？谢州哥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滚出去！那为什么他不排斥顾北生？现在感觉如何？面对藏獒时的冷静，面对我病发时的沉着，完全不像一个有过精神病史的普通女孩。阿少说笑了，我的银针只会用来救人。他竟然只用几根银针，就让西周哥清醒过来。要知道，他每一次发病，疼痛都会持续1个小时以上。顾小姐，您能治好我们家少爷吗？叶伯，带顾小姐去客房休息。是。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你怎么还在这儿？西周哥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奶奶在街上晕倒了，现在在医院。你先去医院，我随后就到。好。阿少，有5年前那个女人的消息吗？暂时没有。您给她的那块扳指也没在黑市上出现过，要找到她恐怕很困难。继续查。是。来接我去医院。好。江医院，你一定要帮我找到那个女孩，我要好好感谢她。如果不是她，我这条老命就死在大街上了。奶奶，你先别激动，放心，就算您不说，我也会想办法找到她，当面感谢。西周啊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奶奶，外面这么热，没事你一个人上街做什么？还不是为了你的婚事。听说你要娶顾家3小姐，婚姻大事，我当然要找大师策把字啊。西周哥，抱歉，是我得罪了。你凶他干什么？就算蒋玉不说，我迟早也会知道提家的事儿。顾家搞这出，根本就没把我们傅家放在眼里，这婚马上给我退了。奶奶，有话就直说吧。我找的大师算出来，那顾家2小姐和你八字不合，是个克夫的命。为了咱们傅家能够儿孙满堂，你听我的，立刻把婚给退了。奶奶呀，重新给你相中了一个好姑娘，就是今天救我的那个。古人云：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。俗话又说：奶债孙偿。你们俩若是不结婚呐，那是收不了场的哦。奶奶口中的好姑娘，就是救她的那个女人。正好，我也有此意。哎呦，这就对了嘛！现在好姑娘可不好找，那个救我的小仙女啊，一看她就有望夫相，长得就是我梦里孙媳妇的脸，李小子有福了。西周哥只是在敷衍奶奶，他不会娶那个女人的，一定不会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去找啊！听着，10分钟内我要那个小仙女的全部资料。奶奶，10分钟可能不够。你什么意思？敷衍我啊？哼，我看的8本小说里，人家3、5分钟就能查到自家小娇妻的所有信息，我给你宽限到10分钟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你眼睛不好，以后少看点8本小说。老夫人，小说都是虚构的，现实中要查一个人的全部资料，最快也要3天。啊？3天？行吧，3天就3天，但3天之内，你必须把顾家那门亲事给我解决了。那个克夫的女人呐，我们傅家绝不能要。奶奶，你先好好休息，其他的事不用操心了。哎，行了，你去忙你的吧，照顾好奶奶。西周哥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奶奶的。奶奶，要不要再睡会儿？不行，没找到我的宝贝孙媳妇儿，我哪有心思睡觉啊？奶奶，您这么着急，那个女孩一定很好吧？那当然，她可是我亲自选中的孙媳妇儿。哎，对了，哎呀，
我晕倒的真不是时候啊，都忘了问那姑娘有没有婚嫁了。是啊，万一她已经结婚了呢？就算没结婚，有男朋友也不好办呢。我们还是先找到人，好好感谢人家一番吧。结了婚也能离，有男朋友也能分，就明知男女必须让他以身相许，这才是真正的感谢。奶奶，退婚的事我倒是有个主意。听说顾家小姐性格乖张，恐怕不好对付，不如我们想个办法，让她知难而退，自己主动离开。哦，什么办法？奶奶，您就扮演那种豪门里的恶奶奶，对她百般刁难。我呢，就扮演西周哥未来的妻子，让他觉得自讨没趣儿，自己就会走了。我还没老糊涂，江月啊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你只是西周的妹妹，我的干孙女，什么妻子不妻子的，乱讲，就是演戏也不行。奶奶，我说错话了。行了，不说这个了。江月啊，你人脉广，也帮我找找人，不能光是我史清一个人。好的，奶奶，我马上就去办。喂，帮我查一下，今天在彗星路。还是江月办事效率高啊，没白疼的。这么多人一起找，肯定很快就能找到了。啊，没事了，打错了，想做富太太，下辈子。老夫人，您可算回来了，二少爷有救了，他的新娘子可以……什么新娘不新娘的？你去把那个顾家二小姐请到客厅来，我有话要跟她说。不是，老夫人，顾二小姐今天……叶管家，您别急，奶奶现在就是要和顾小姐说今天发生的事，您快去请她过来吧。好，我这就去。顾小姐，是我叶管家。管家，顾小姐，老夫人回来了，想在客厅见您。好啊。傅二少近期犯病的频次高吗？1周大概会有1到2次。这病拖不得了。顾小姐，您真的有办法治好我们家少爷吗？我会尽力而为，主要是需要他本人配合。啊，那是自然，那是自然。这背影怎么有点熟悉？奶奶，苹果削好了，要切成块吗？不用。顾小姐来了，中午休息的还好吗？挺好。老夫人你好，我是顾北生。这声音是您？是他，真的是他，我的宝贝孙媳妇儿，我的人间天使啊！哎呀，姑娘，顾北生就是救了奶奶的那个女孩，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？最不可能发生的事，竟然真的发生了。您怎么提前出院了？身体已经康复了吗？这不是听说西周那小子娶媳妇儿了吗？我赶紧回来瞧瞧，没想到我的救命恩人竟然就是我的孙媳妇儿啊！生生啊，这就是天大的缘分呐！生生，傅西周那家伙，他没欺负你吧？没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他要是敢欺负你啊，你只管告诉我，我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。那倒大可不必。生生啊，以后你就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，谁都不能给你弃手。好，江月，生生住哪儿的？奶奶，顾小姐她住在客房。什么顾小姐？她是你二哥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傅家的二少奶奶，你应该叫嫂子。嫂子，这就对了。现在就去把你嫂子的东西都搬到西周的房间里去，就算吵架，也只能是床头吵，床尾和。可是奶奶，西周哥的脾气您是知道的。他有什么问题，让他直接来找我。老夫人，其实还叫什么老夫人呢？生分了，该改口了。奶奶，哎，好孩子，这才对嘛。奶奶，那我先回房间收拾一下东西。行，去吧去吧。今天呢，你也累了，收拾好就歇着。看来第一步算是稳住。在傅家感觉怎么样？还行，就是有个叽叽喳喳、令人讨厌的鸟。彪哥出面帮你收拾了吗？不用，说吧，有什么重要的事？有人在查你，应该和5年前的事有关。放心，他们什么也查不到。真的没事？有事跟哥说，哥给你摆平。没事。那枚扳指的主人有下落了吗？没有。继续查。得嘞，我约会去了，
可不能让我的姑娘久等。关了。5年前，我不相信会查不出任何蛛丝马迹。从小被父母送到大山，18岁被接回，却被亲妹妹一手策划毁了清白，又被亲生母亲送进精神病院。我等了那么久，等来的不是道歉，而是一场替嫁冲喜。既然如此，那些所谓的亲人不要也罢。二少，您回来了。今天家里有什么事？老夫人回来了，她很喜欢少奶奶，并且吩咐将少奶奶的东西都搬进了您的卧室。进来。西周哥，你回来了。奶奶要喝完了，那我先出去了，您和西周哥聊。怎么这副表情是来跟我兴师问罪的？奶奶，你不是说他克夫吗？胡说八道！那是上个老师傅道行不深，算错了。我呀，重新找高人算了一卦。我这孙媳妇儿啊，福气大着呢，而且她心地善良。今天连我的命都是她救，你能娶到这么好的姑娘啊，就偷着乐吧。是巧合吗？老师傅还说了，你呀煞气太重，而生生呢刚好能克住你的煞气，你们俩呀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奶奶，这位老师傅该不会就是您自己吧？我的腰啊，哎呀，今天给我摔得太结实了，不行了不行，西周啊，我得休息了啊，别在这杵着了。二少，顾小姐现在就在您的卧室里，需要我把她请回客房吗？先是替嫁冲喜，再是出手救了奶奶，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？他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看来二少是打算亲自把人赶出去了。也是，没人能挑战二少的底线。我这孙媳妇儿啊，旺夫旺子，福气大着呢。你们俩呀，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我要回一趟顾家。我和你一起去。他不是对我很不满意吗？其实我可以自己。这是奶奶的安排，如果你不愿意与我一起，可以自己去拒绝。倒也不必那么麻烦。那个男人留给我的扳指也是这样的地人玉，我把它存在银行。可昨天助理去取，却被告知徐慧荣用我是神经病的证明把它取走了。今天不管用什么手段，我都要拿回来。这位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富家二少吧？二小姐，你回来了，我这就去通报一声。不用，赵叔，你先去忙吧。好的。终于把这个小贱货送走了，今后我们家也能清静安生了。妈，您别这么想，姐姐其实很辛苦了。你又为她说话，你忘了她昨天回来是怎么对你的？我告诉你，以后就当没她这个姐姐。现在我只求傅家别发现他那些肮脏的过往，否则我们整个顾家都不好过。哪些过往让你们对自己的亲生女儿都避讳？这个贱货不在傅家好好待着，和一个野男人厮混一夜，还敢带回来？你知不知道得罪了傅家，我们整个家族都要遭殃。骂我没关系，连傅西周也一起骂了。有好戏看了。姐姐，你已经是结了婚的女人了，不能像以前那样乱来，姐夫会不高兴的。傅二少陪我回门就是乱来。爸妈，他不是你们费尽心思给我找的丈夫吗？怎么一转眼就成了野男人？什么？他就是傅西周，传闻里那个又丑又残，马上就要死的废人？这怎么可能？他就是傅西周，那个我宁死都不愿嫁的男人。这气势，这眼神，哪点像一个将死之人？你们两个怎么说话这么口无遮拦？还不快给二少道歉！女婿啊，你看着，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你们这么早就来了。快请进屋里坐。10点算早，还是说我这个野男人入不了顾夫人的眼？不，女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……既然这样，岳父岳母这个称呼，我看就免了。二少，您别误会，妈妈不是这个意思，她只是担心姐姐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来，所以才……聒噪，失敬。够狠，够直接，这一巴掌打得真重。我的老婆，轮得到你来指手画脚？老婆叫的还挺顺口，
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10年夫妻了。从进门到现在，整个顾家没有一丝嫁女儿的气色。怎么，你们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这门婚事的不满？怎么会？这是姐夫，你误会了。爸爸妈妈只是想着姐姐嫁了人不再住家里，心里舍不得，太过悲伤，所以才吩咐家里一切从简的。哼，真会演，这副委屈可怜的模样，是个男人都会心软。一个巴掌看来是不够。二少息怒，留下来吃过午饭再走吧。午餐就不必了，只是我听闻你们送来给我的新婚妻子5年前是因为私生活混乱，才被你们亲手送进了精神病院。原来绕了这么大一圈，这才是他今天来的真正目的。完了，他果然是因为我们私自换亲的事上门来兴师问罪了。要是现在说是姐姐自己行为不检点才去的精神病院，二少会不会一怒之下把她退回来，重新让我嫁过去？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家北生从小就洁身自好，二少可千万不要听信外面的风言风语。想必是一些名媛千金嫉妒我们北生有您这么好的婚事，才在背后乱嚼舌根。是这样的。完了，根本不信。今天这事要是没处理好，别说北生被送回来，整个顾家都要倒大霉。您说的那些绝对是有人故意抹黑的。我的女儿，我最清楚，她从小就洁身自好，连男朋友都没谈过一个。哦，既然这样，那就是你们恶意将她关进了精神病院。这个傅喜舟就是故意的，不怪这两个娘们儿，不话不过脑子，彻底激怒了她。我这简直是在油锅上煎。二少误会了，其实是北生之前常年失眠，身体不好。我听说那家医院的疗养科大夫很厉害，所以才送他去调理身体的，算不上什么精神疾病。是这样吗？他这是在试探我，他不是一个可以任由别人摆布的男人，他这是在确认我顾北生到底有没有资格做他的妻子。是。失眠好了吗？好了。来，二少喝茶，这是从农城新带回来的茶叶，味道很不错。妈，我有些话想单独跟你说。好，你跟我来。不是说那傅西周病入膏肓快死了吗？我看他比谁都精神，你也不提前打个电话回来说一声，害得你妹妹白白挨了一巴掌。顾北生，你还的什么心啊？我存在银行保险箱里的东西被你取走了，里面有一枚扳指，那是我的东西。如果不想我在这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现在立刻还给我。你都拿走了你妹妹那么多股份，怎么还好意思提那个扳指？5年前到底是我自己不检点，还是你和顾新宇联手设计陷害我？你心知肚明。今天如果不把扳指还给我，你猜我会当着傅西周的面做出什么事来？一个破扳指而已，你至于吗？我拿出来后就给你妹妹了，你别再提了。又是顾新宇，在他身上是吧？我现在就去找他拿回来。顾北生，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她是你的亲妹妹，哪有给妹妹的东西还要拿回去的？对你们来说，那只是一个扳指，但对我来说，那是我残缺人生的唯一信物。以后可要护好你的宝贝女儿。你要去哪儿？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5年前，所有的恨意瞬间席卷了全身。姐夫，这是谁给你的？认识这个扳指？难道5年前的人是他？不可能！不管了，这可是接近他的好机会。顾北生的一切都该是我的，男人也不例外。我再问一遍，扳指哪儿来的？傅西周的反应，难道他就是扳指的主人？他就是5年前的那个男人？我不知道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。是我的扳指，错不了。5年前的那个女人没有死，我找错人了。那个人是谁？我有些记不清了，有些也很零散。我只知道他对我很重要，所以一直贴身带着。姐夫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难道说这是你的扳指？这块扳指有点像我一个朋友的随身之物，他之前托我找过。朋友的？我还以为这么快就找到了。
姐夫，那你能带我去见你的朋友吗？说不定我能想起来什么。好啊，正愁我们姐妹二人没时间好好叙旧呢。还以为变聪明了，原来还是这么蠢。啊，好啊，姐姐。回家。扳指是他朋友的，倒也说得通。5年前傅西周还在乡下，怎么可能出现在那种地方？不过这也是个好消息，只要我还在傅家，真相总会水落石出。顾心雨，既然你自愿当我的棋子，就别怪我好好利用了。对不起啊，姐姐，我刚才只是太好奇了。要不我现在就去找姐夫说清楚，这个扳指其实是你的，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承担，要杀要剐我一个人承担。哼，傻妹妹，说什么呢？这个时候再去说清楚，只会让姐夫觉得我们顾家小题大做。走吧。明明安排的是个60岁的糟老头子，怎么会和傅西周的朋友扯上关系？不管了，只要能接近傅西周，谁也别想拦我。啊，姐夫，你和姐姐的家好大呀，风景真美。哦，对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你的朋友啊？他在国外，我会通知他。谢谢姐夫。有狼！姐夫，我害怕，救我！带他去厨房。二少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5年了，我们终于找到。他不是。二少，您怎能如此确定？他不是有您的信物吗？盯着顾新宇，他一定和当年的事有关。是，二少。这些年找到5年前的那个女人，是二少唯一的心愿。现在终于有了线索，希望这次能有结果。我本以为马上就能见到那个男人，现在看来还需要再等等。不过绝不能让傅西周看出任何端倪，必须继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姐姐，你不害怕吗？书上的目的很明确，喜欢谁讨厌谁都会写在脸上，比有些人来的单纯。姐，我们还是先回房间吧，我怕那只畜生跑出来咬我。刚好我有话和你说。让傅西周把那个老头子朋友叫来，顾北生是梦蝶之身的事情就会彻底曝光。到时候我看傅西周还会不会多看他一眼，想想都觉得兴奋。这里好漂亮啊，姐姐，真为你高兴。没想到我当初的建议真的能让你用全新的身份脱离苦海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好好谢谢你？姐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顾新宇，5年前你是主要谋划人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那件事之后，我无意间在你的房间里发现一种粉末，我当时还担心你年纪小被人骗，步我的后尘，就偷偷拿去找医生鉴定。结果你猜是什么？是催情的幻魅，一旦中招无解，就和我当晚所中的药一模一样。你还有什么好狡辩？不是，那不是我的，那这是我的。你打我！打的就是你。既然你这么想以身试险，上赶着帮我找到当年的那个男人，那我就满足你。猜猜看，只要我将你做的这些恶心事公之于众，你的人生会面临什么？你居然利用我！说的真难听，这不是你自愿赶着上来被我利用吗？你可能误会什么了？误会？等扳指真正的主人来了，就知道是不是真的误会。顾新宇，你这么想嫁入豪门，总得付出点代价，不是吗？到时候就看看这个代价你是否承受得住。你居然什么都知道，你一直在看我笑，你到底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的？你们听说了吗？新来的2少女儿刚才把她亲妹妹给打了，3小姐哭着走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怎么还有这种事儿？看着挺文静的一个人。你想啊，本来该嫁过来的是3小姐，
现在换成了他肯定是抢了妹妹的婚事，还威胁人家不准说出去。这个二少奶奶心机深着呢，不好好干活，都围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散了！江源，你去把后院晒好的茶叶收起来，送到老夫人房里去。是，蒋小姐。奶奶，我无意间听佣人说，生生动手打了他妹，还说他是为了嫁进我们家，故意抢了这门婚事。你觉得生生是那样的人吗？奶奶，当初定的是顾家三小姐，最后来的却是二小姐。这顾家临时换人当中的缘由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姐妹之间有点口舌摩擦也正常，想必是顾三小姐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，顾二小姐才一时失手。您别往心里去。怎么还一口一个二小姐？要叫二嫂嫂？是二嫂嫂。奶奶说的是，我以后不会叫错了。这就对了，你今后总归是要嫁出去的。而西周是我傅家的继承人，生生是他媳妇儿，将来这个家是要交给他们的，生生就是这个家未来的女主人。你要多敬重她，爱护她，这都是你未来的娘家人，是你将来的腰杆儿。奶奶，原来您都为我想的这么长远了。可是我不想嫁人，我想一辈子都陪着您。傻孩子，哪有大姑娘不嫁人的？别说胡话，去歇着吧。少奶奶不好了，蒋小姐王母的遗物不见了，老夫人大发雷霆，让我们务必找到。您有没有看见一条蓝宝石吊坠的铂金项链？姑娘，二嫂嫂刚来我们家，怎么会知道家里的东西放在哪儿？对不起，蒋小姐，是我失言了，还不快去找？是。二嫂嫂，抱歉，他们就是太心急了，你别误会，那是我妈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，如果找不到了，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先回房了。目测鞋码38，我穿36，傅西周那么高大，更不可能。哼，这就开始跟我玩这种不入流的小把戏了，那就陪你们玩玩。什么事？二少奶奶，我们是来寻找蒋小姐丢失的遗物，不好意思叨扰了，麻烦您开一下门。先礼后兵，倒是演得不错。这是傅二少的房间，要进来搜他的东西，你们可想清楚了。现在就只有这个房间没找了，我们也是例行公事，还请二少奶奶别为难我们。等的就是你这句话。多谢二少奶奶体恤。我什么时候准你进来了？可是二少爷的房间只有我和老夫人能进，你们要搜，是觉得二少爷稀罕蒋小姐的东西，还是老夫人稀罕，或者认为是我偷了东西？当然不可能是二少爷和老夫人。哦，那就是我偷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糊涂，你们找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老夫人，蒋小姐，只有这间房间没找了，可二少奶奶不让我们进去。刚才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这整个傅家以后都是我孙媳妇儿的，别说一条项链，就是1000条、10000条相同的，也入不了她的眼。老夫人，这条项链是蒋小姐很珍视的东西，我们也是四处找不到，又听了一些吓人的蠢话，无奈之下才找到这里来的。知道是蠢话你还信？行了，都散了，都别处去找。奶奶，您别急，听江源这意思，背后定是有人说了二嫂嫂的坏话，我们应该把嚼舌根的人揪出来，赶出去，也好正正家里的风气，免得损了二嫂嫂的清誉啊。戏台子都搭好了，主角怎么能不上场？既然是为了我的名誉，江源，你倒是说说看，是谁在背后说我，又说了些什么？这下你死定了。就是说我们二少奶奶，她……到底说什么了？吞吞吐吐的。是周杰说的。找项链时，周杰告诉我们，他准备去给蒋小姐打扫房间的时候，看到二少奶奶鬼鬼祟祟的进了蒋小姐的房间，出来时手里好像还攥着什么东西，走得急匆匆的。我就说吧，周杰都看见了，还能有假？肯定是他偷的，不然怎么翻遍了整个山庄都找不到？奶奶，您别动气，二嫂嫂怎么可能做这样的事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。我看啊，8成是周杰看错了，把他叫过来当面对质，说清楚了，这帮下人自然不敢再胡说八道，
也能还二嫂嫂一个清白。有理。去，把周杰给我叫过来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是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，敢污蔑生生。老夫人，您叫我？是我找你。二少奶奶，我知道这事儿本不该我多嘴，可是看到蒋小姐为了遗物哭得那么伤心，我于心不忍。您现在是傅家的二少奶奶，金尊玉贵，要什么没有啊？可那条项链是蒋小姐的念想，您就还给她吧。周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老夫人还在这里，你要是敢撒谎，可想清楚后果。我没有撒谎，我说的句句属实。就算把我带到法官面前，我也会这么说。我亲眼所见，总不能昧着良心说话。奶奶，我相信二嫂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为了彻底还二嫂嫂的清白，让她赌注悠悠众口，不如就让他们进去搜查一下吧。这也好，我也正有此意。生生啊，暂时委屈你了。不委屈。天哪，项链竟然真的在这里！还好，找到了就好。小门小户出身，就是上不得台面，还学会偷东西了。听说啊，他很小就被送进大山，是村妇带大的，一个乡巴佬，骨子里低贱的陋习是改不了的。这下老夫人也该厌弃他了。像她这样的女人，根本就配不上二少爷。闭嘴！我就说嘛，我亲眼所见，怎么会有错？二少奶奶，您拿了蒋小姐的东西，不应该道个歉吗？就是，一开始还不准我们进屋，早该想到那是心虚的表现。行了，你们俩不要再说了。二嫂嫂，项链找到了就好，我相信你也不是故意的。奶奶，您身体还没痊愈，不能久站，进屋坐吧。奶奶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她居然一点也不在意顾本生偷了东西，倒像个事不关己的看客。今天发生的事，你们谁都不能对外说，敢透出半个字，就立刻收拾东西给我走人！哎，蒋小姐真是太善良了，自己受了欺负还这么维护她，就是说呀，为了新嫂嫂这么委屈自己，真是行了，都下去干活吧，少说两句。二嫂嫂，你笑什么？先警告外人家丑不可外扬，再关上门来说事。怎么，蒋小姐是已经认定这东西是我偷的了？哎，项链就是在你的行李箱里找到的，不是你偷的，还能是谁？难不成她自己长了脚跑出来的？是啊，蒋小姐想办法保住你的名声，心地善良，不和你计较，你非但不感谢，还不领情。笑话，东西不是我偷的，为什么要领这个情？是啊，二嫂嫂怎么可能会偷我的东西？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没有误会，确实有人偷了东西，不过是栽赃陷害，顺手放在了我的行李箱里。原来是这样，敢算计到我们家生生的头上，好大的胆子！老夫人，我真的看到了，我没有撒谎。是不是真的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叶管家，二少奶奶，您吩咐。家里身高1.65米以上，并且年轻的女佣有多少人？回二少奶奶，老老小小加起来有23个，符合您说这个特征的大概有4、5个。烦请您现在去把他们都叫到这里来。是，我这就去。老夫人，二少奶奶，新到了一批药材，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药房里做事，没离开过半步，绝不可能去栽赃陷害，请您明鉴。皇
什么？既然没做过，就都给我站直了。难不成二少奶奶还会冤枉你们不成？二嫂嫂，你找他们来有什么用处吗？就是啊，这东西分明是从你那儿找出来的，怎么现在反倒查起别人了？你这是想转移视线？住口！你是这个家的主人吗？这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插嘴？好，这脾气太对我胃口了。西周能娶到生生，真是我们傅家祖坟冒青烟了。你们都穿多大的鞋？37，我穿38的。37和38不能穿，我也是38码。二嫂嫂，这抓贼跟他们穿多大的鞋有什么关联吗？关联大了。来，姑娘们，试试吧。二少奶奶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中途离开过房间半个小时，回来时就发现了这个鞋印。我穿36码的鞋，二少爷更不可能穿这么小的女鞋，所以在我离开的时候，有第3个人进入过这个房间。叶管家，我房间里没有监控，但通往花园的路上有。我离开房间后，大概有25分钟都在花园里，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。拖鞋，对比吧。回老夫人，二少奶奶，这4位姑娘鞋底的纹路与地毯上的印记都不同。辛苦了，下去忙吧。既然不是家里的佣人，那会不会是外面来的贼啊？哼，蒋小姐说笑了。傅家守卫森严，外贼怎么可能进得来？又怎么会那么清楚你的项链在哪儿？偷完之后又轻车熟路的栽赃到我的行李箱里，这必定是难案居的家贼。这不，还有2位没有对比吗？二少奶奶，这怎么可能是我？我冤枉啊！我也不可能，我也不可能。哦，刚才不就是你信誓旦旦地说亲眼看见我偷了东西吗？这兴许是我看错了。叶管家，麻烦你了。二少奶奶，这个鞋印是周杰的。一出贼喊捉贼的戏码演得不错，说吧，谁教你的？周杰，怎么会是你？你家里还有生病的老母亲和年幼的弟弟要照顾，做事一向小心谨慎，怎么会干出这种糊涂事来？是我，一切都是我做的，因为我恨他。明明是我照顾了二少爷7年，我才应该是二少奶奶。她什么都不用付出，就嫁给了二少爷，我不服！哼，放肆！二嫂嫂，既然真相大白了，你打算怎么处置他？赶出去，包括江源一并解雇了。老夫人，我冤枉啊！我真的是被他算计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该还有你们，把那些管不住嘴、在背后嚼舌根的人全都给我赶出去！我的孙媳妇儿岂是什么人都可以随意议论的？是老夫人。奶奶，您身子骨还没好利索，对这些人生气不值得。我先扶您回房间休息吧。等一下，二嫂嫂还有什么事吗？刚才蒋小姐也断定我是小偷了吧？我刚才若是真听了蒋小姐的话，关了门，我现在就算有10个嘴巴，怕是也说不清了。小鱼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们一起不明事理了？对不起，二嫂嫂，周杰在我们家做了7、8年了，我是一时轻易相信了他，见识浅薄，才会误会了你。
用认识时间长久来搪塞，不得不说，这个女人深藏不露，这茶艺比顾惜雨不知高了多少倍。从头到尾，句句是好话，哪一句又不是在把我往绝路上逼？蒋小姐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说起来，也多亏了你一定要搜我的房间找项链，才能这么快就找到证据，帮我讨回公道。这么看，我倒应该谢谢你才是。生生啊，你受委屈了，好好歇息，有什么需要啊，随时跟奶奶说。知道了，奶奶。奶奶，我当时也是太着急了。怎的？外人没脑子，你向来聪明，今天也不带脑子了。奶奶，我一方面是担心二嫂嫂受委屈，另一方面那条项链是我母亲留给我唯一的东西，我真是关心则乱，一时乱了分寸，对不起，让您失望了。好了，我相信你不是故意的，但以后行事不能再如此鲁莽。谢谢奶奶。对了，我刚才在生生他们房里，怎么看见沙发上放着一床棉被呀？怎的？西周和生生是分开睡的？或许是西周哥不喜欢二嫂嫂吧？胡闹！生生这么好姑娘，她敢不喜欢？不行，我这就去找那臭小子说清楚。今晚他们必须洞房花烛，不然我扒了他的皮。奶奶。您别急，西周哥他没在家。喂，臭小子，你长本事了是吧？居然让生生睡沙发！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现在有什么天大的本事，今天晚上必须给我滚回来，争取让我3年抱俩。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这么好的媳妇儿，一点都不知道珍惜。傅西周，你……嘘，会叫吗？啊，这就对了。放开！看来不太会。什么？傅西周，你这个疯……你的银针看来不光能救人。哎，小点声，别急我呀，让我仔细听听事儿办成了没？是奶奶，原来她是在演戏。喜欢告状？二少一把年纪了，不是亲耳所闻、亲眼所见，就不要乱下定论。一把年纪。二少要是没别的事，就早些休息吧。你的病不适合熬夜。傅二少，你看我也挺不顺眼的，我也不想招惹你。我想了想，要不然我们签一份协议吧。也。二少，你先看看这个。看样子你是一早就准备好了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想让你为难，不如先看看协议的内容，或许真能让我们和平共处。怎么样？契约婚姻1年之约。对，我们有名无实，互不过问私生活，我还能帮你应付老夫人，在外面演好夫妻的戏，这对我们来说是两全其美。我就知道，像傅二少这样深明大义的男人，一定会签约的。啊，怎么回事？剧本不该是这么走的呀！他不应该立刻签了，然后霸气的撂下一句：“女人，你的把戏我看穿了，我就陪你玩玩。”然后潇洒走人吗？今后不要再提这件事，做好你的富家二少夫人。为什么？你想离开，在合适的时间，我自会放你走。走。
在没查清楚你和5年前那个女孩到底有什么关系之前，我不会放你走。我妹妹，她想知道扳指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。她在 A 市有一个项目，事情办完了，自然会回来。知道了。你好像很在意这件事。她是我妹妹，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。之前怎么不见你这么在意她？我不想和她呼吸同一个地方的空气，这个理由够了吗？有人高价请你办件事，有多高？10个亿。说吧，查什么？查顾家2小姐顾北生5年前因何事进入精神病院，以及顾3小姐顾新宇的所有资料。是傅西周在查我，还是他那个所谓的朋友？告诉他，明天给他资料。好的。平时看你挺会疼人，怎么到自己媳妇儿这里就什么也不会了？我知道你是个愣头青，也不能这么粗暴啊！呀，哎呀，生生来了，快过来坐。奶奶早。我去一趟书房。哎，西周，你这孩子饭还没吃完。奶奶，我好饿呀，今天都有什么好吃的？二少奶奶和她妹妹从小到大的信息都在这里了，写得很清楚。您过目。江延俊，二少，这个代号 K 的先生真是不得了，据说一向只帮国际刑警做事，没想到连二少奶奶当年伤人的事都能查得一清二楚。只可惜我们想请他查5年前那晚的事，出价20亿他都拒了。哎呀，他要是我们认识的人就好了。我好像来的不是时候。就是这双眼睛的主人，5年前敢拿刀砍人，难怪区区一只獒犬，他也敢徒手下。奶奶说你没吃什么就上来了，让我给你送杯牛奶养养胃。送牛奶是假，探听虚实是真，只要几句话就能确定昨晚高价雇我的到底是不是他。还有事？我一会儿想去学校一趟，跟你说一声。我记得傅太太5年前就辍学了，哪里来的学校？虽然辍学了，但学校还在。我曾经答应过一个人，等我从精神病院出来了，就去见他。对男人而言，尊严和占有欲就是命。如果真是他在背后查我，看了那份资料，第一反应必然是我要去见江延俊，他一定会生气。需要叶管家安排车送你吗？好。他跟平时没什么两样，看来那个花10亿查我的人不是他。二少奶奶她该不会是去见那个江延俊了吧？资料上说她为了那个男人可是吃了不少苦头。这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关系。东亭湖岸那边新楼盘的瓷砖工人不够，你去帮忙吧。啊，二少，那可是高端豪宅，这得贴到猴年马月去啊！要不咱顺便把南岸居那栋别墅的所有厕所都洗一遍。是，我这就去。派个人跟着他。是，二少这心思真是海底针啊！我给出的资料也不完全是假的，杨廷美确实因我受过伤，但5年前因我的真相绝非如此。他一定知道些什么。明天江延俊有演讲，他一定会来。姐姐，你都嫁给傅二少了，怎么还对江学长念念不忘啊？5年了，看来你还是放不下他，真是痴情呢。姐姐，你都嫁给傅二少了，怎么还对江学长念念不忘啊？5年了，看来你还是放不下他，真是痴情呢。一个不长脑子的男人，也就你当个宝。你居然这么说江学长？陈述事实而已，让开，别挡路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辍学的疯子，早就不是我们学校的人了，滚出去！学校校规第3条，不可目无尊长。按入学年份，我是你们的学姐，就凭你这句话，教务处就能给你记个过，信吗？姐姐，你怕是在精神病院待久了，记错了吧？5年前你就被学校开除，已经辍学了。你连我们学校的门都不配进，算哪门子的学姐？以为混过一个学期就能拿长辈的架子来教训我们？
你怎么还动手打人？大家快来看看，这个人跑到我们学校来撒野，校长反护还打人。顾小姐是吧？这里是学校，不是菜市场，要吵出去吵，别在这丢人现眼，没教养。我来拿证书。姐姐，你今天是不是烧糊涂了？你一直在医院里生活，哪来的证书呀？我知道你心里不甘心，他也不能说这种谎话呀。爸妈要是知道了，又该说你不顾及顾家的名声了。我们心雨刚上大一，钢琴比赛就拿了全校第1，现在学校有什么重要场合都会请心雨出场呢。哇，那一定很有才华，见识也很广吧？那是当然，心雨高中就是他们学校的第1名，现在也是我们学校的牌面。姐姐，你要是想学，我可以教你钢琴。如果你真的想拿到毕业证书，我也可以去求求校长，让你从大一重新读起。他都22了吧，还回来读大一呢？真是丢脸丢到祖坟上去了。不用了，我已经考取了博士后证书。心雨，你姐姐该不会又疯了吧？啥事啊？还博士后呢，赶紧送回医院吧。时间到了。书香之地，不好好静心，都在吵什么？邱主任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叫顾北深的跑到我们学校来撒野，还打我。顾同学，校长在办公室等您，请您过去一趟。邱主任，你该不会是弄错了吧？我姐姐5年前就已经被学校开除了，校长找她做什么？顾北生同学曾是本校的学生，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你们的学姐。我就说嘛，这个草包怎么可能摇身一变就成了博士后？邱主任，我们走吧，别让校长久等。好的，顾同学，这边请。兹由本校学生沈曼曼在校内无故生事、聚众喧哗、破坏校园秩序，影响极其恶劣。经校方研究决定，给予沈曼曼同学全校通报批评一次，望全体同学引以为戒。学校居然为了顾北生那个贱人通报批评我！顾心雨，你不是说你姐姐是个疯子吗？校长找她做什么你会不知道？感情你就是拿我当枪使，让我给你出头。妈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我不管，我奶奶的生日宴你别来了。妈妈，你听我解释，你真是冤枉我了。我姐姐当年被迫辍学，名声早就坏了。校长叫她过去，肯定是想警告她，不准她再踏进学校半步，败坏学校的名声。你想啊，你是学校的学生，所以能通报批评。可他顾北生算什么？一个被开除的人，学校根本没法处分他。校长单独叫他去办公室，就是关起门来骂他一顿。对呀，校长是何等人物，怎么会看得上顾北生那个贱人？肯定是觉得他在校门口闹事丢人，才把他叫走训话的。好，心雨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梁学姐，跑什么？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顾北生，你找我有事吗？叙叙旧，这里人多，不方便。5年前，她也是校园里风光无限的女神，可现在这张脸再也回不去年少的模样。你不用这么怕我，当年你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约我过去。说到底，你我都是受害者。他不恨我吗？5年前，我和他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，可就因为江言去，顾心雨说他和江言去在一起，我气疯了，才会生我。不要这样叫我，从你给我下药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的情分就断了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回我容的人究竟是不是你派来的，所以才想迷晕你，拍些照片逼你说出真话。我真的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样的事。醒来后就是无尽的噩梦。我晕倒后发生了什么？我的时间有限，说。我正要给你拍照片的时候，突然闯进来一群人，他们二话不说就把你带走了。我追了上去，被为首的一个女人拦了下来。女人？是个女人。她警告我不许多管闲事。不对，我昏沉中明明感觉是一个男人把我抱进了那个房间，虽然没看清他的脸，但绝不可能是女人。难道当年还有另一批人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昏迷期间可能经过了好几拨人的手。当年的事比我想象的更复杂，顾心雨或许也只是其中一环。带走我的那个女人，你还记得她的样子吗？她刻意低着头，不想让人看见脸。只是进电梯时，我匆匆瞥了一眼，大概35、6岁，现在应该40岁左右了。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吗？我记得她的额头左边长了一颗豆大的痣。额头有痣的40岁女人，我的圈子里没有这号人。除此之外呢？没有了，我追下去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
因为这件事，我一直没脸见你妹妹。哼，你笑什么？当年毁了你容貌的主使还没找到吧？只抓到了一个小太妹，但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说是一个男人花钱让他们做的。整件事你就从没怀疑过顾星宇吗？星宇？不可能，他很关心你。你被人带走后，他哭得都晕过去了。哼，他策划的天衣无缝，而你就是他送上门的小白鼠。说起来，你毁容这件事多少也有我的因素在。什么？是顾星宇策划的？他图什么？先让人毁了我的脸，再怂恿我给生生下药，这么一环扣一环，他到底有多恨生生？可那时候她还只是个小女孩啊！我在医院时收到了你写的信，当初你不念旧情，利用我的信任给我下药，让我毫无反抗能力，任人宰割。我不恨你，但也永远不会原谅你。我了解他，如果不是100%确定，他绝不会说出这种话。那我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？我把对他的亏欠全都弥补在了顾星宇身上。原来我一直被当成傻子玩了。顾星宇5年了，我就是要让你在今天知道真相。梁廷美，满心仇恨的你会成为我最漂亮的妻子。你好，是我。这个声音是傅西周，他怎么会给我打电话？二少，怎么了？沈老太太生日晚宴，我让石青过来接你。沈老太太，沈曼曼的奶奶，可以拒绝吗？她和奶奶是高中同学，奶奶年龄大了，不方便去。好。你家在搞装修？是呢。二少会来吗？不太清楚，二少只是让我过来接你。知道了。江延俊，滨城有名的谦谦公子。原来顾星宇的目标是他。这么说来，当年我和梁廷美两败俱伤，就是因为他。珊珊姐，招待不周，请见谅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姐姐，有趣。我与他素未谋面，这敌意从何而来？姐姐，你还记得江学长吗？你住院的这些年，多亏了他照顾我呢。在南岸区刚撕破脸，转头就能在我面前演姐妹情深，脸皮真是无人能敌。金宇，你们先聊，我去抽支烟。姐姐，我过去一下。江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告诉姐姐今晚你会出席的。江哥哥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告诉姐姐今晚你会出席的。跟那没关系，5年前就因为这张脸，我对他动过心，谁知道他人品败坏，害我被校长约谈记过。我找他对质，他居然装无辜否认。我江家书香门第，从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。要不是看在心宇的面子上，我早就跟他撕破脸了。没想到他变本加厉，毁了梁廷美的脸，自己也疯了，在医院待了5年，还是这么阴魂不散。江哥哥，是我让你为难了，可不管怎么说，她也是我的亲姐姐。我……好了，不要把别人的过错加到自己的身上。这些年她在医院过得一点也不好，以后不要在她面前提以前的事情了，我怕她会受不住。他把自己作进了医院，还编谎话，把责任都推给你，你怎么还替他着想？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我姐姐。好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很好，
江哥哥还和以前一样，我深信不疑。我绝对不能让他知道，当年顾北生的狼藉名声全是我一手策划。谁让他瞎了眼，居然会看上顾北生？在真正攀上傅西周之前，绝不能失去他。妈妈，你不是说要送我们姐妹2人礼服吗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，聊得太开心，竟把这事给忘了。礼服很漂亮，不知道珊珊姐赏不赏这个脸？走吧，我倒要看看这2个女人在合计着什么。珊珊姐，心雨，快看看喜不喜欢？真漂亮，谢谢你，妈妈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好看吗？若不是早知道这衣服上有问题，还真要被她这天真无邪的样子骗过去了。蠢货，果然跟心雨说的一样好骗。谢谢姐姐，你也很美，快去换衣服吧。是啊，姐姐，快去吧，别让大家等着急了。好。好狠毒的心机，秦粉。心雨姐姐，快帮我看看，我今天的妆容怎么样？漂亮极了。怎么可能？从来没有这么想毁掉一个人。5年前我们成功，5年后也绝不可能失手。今晚我就要让你在沈老婆的寿宴上身败名裂。姐姐，你好美啊！谢谢。曼曼，你也很美，只是你的眼妆太淡了，有些素雅。素雅？不如试试用粉色和蓝色晕染开，像阳光一样艳丽，这样更能衬托你的娇俏美丽。对呀，今晚我可是半个主角，一定要艳压群芳才行。好啊好啊，珊珊姐，那你快帮我画。可恶，风头还是被他抢了。等一下，有你好看的。我们快下去吧，奶奶马上就要出来了，我们做晚辈的可不能迟到。是啊，姐姐，我们走吧。那是谁家的千金？太美了吧！没见过，滨城有这号人物吗？气质绝了！贱人，竟然抢我的风头！我的天哪！沈家大小姐身上那些是什么呀？沈老太太家风严谨，没想到她私下里玩得这么开。小小年纪不知检点，这下沈家的脸都让她给丢尽了。沈曼曼，这只是开胃菜，现在都还给你。怎么会这样？她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曼曼，你。唉，真是家门不幸啊！看来沈家大小姐的名声是彻底毁了。你还愣着做什么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干的好事！住手！你是想让我的生日宴变成他的忌日吗？别打我！我是被别人害的，是顾北深，是他害的我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沈曼曼现在想把我推出去给你洗白，
江哥哥，姐姐先前确实很喜欢妈妈的裙子，还想借来穿，可能妈妈因此误会了什么。姐姐应该不是故意的。又是这样，5年了，她一点都没变，为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可以肆意伤害别人。爸爸，你相信我，真的就是顾北辰。顾北生，这顾北生是谁啊？没听说过呀。哪个顾家这么大的胆子，敢在沈老太太的寿宴上对沈家千金下手？我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，是顾北生故意陷害我，是他害得我成了这个样子。我没有做那种事，我只是去做了全身按摩才留下的痕迹。是你，顾北生，你心思太恶毒了。你知道我身上有刮痧后的痕迹，所以故意让我出丑。你同为女人，怎么能这么恶毒？为什么这么做？用这样恶毒的方式毁了曼曼的名节。沈先生，你若是个县令，只怕自家人无论是杀了人还是放了火，也都是别人的不是吧？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！若不是你，曼曼会自己从上面摔下来。既然你们非要作死，那就成全你们。是啊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走在前面，他走在我后面，怎么会摔下来呢？对呀，走在后面摔下来，怎么能怪前面的人？除非是后面的人想推前面的人，结果自己没站稳。还愣着做什么？将这个蛇蝎心肠、搬弄是非的丫头给我轰出去！沈先生好大的气性！啊，这不是傅家的二少爷吗？哎，他怎么会来？听说他身体不好，活不长了。嘘，小声点，傅家可不是我们能议论的。沈老夫人，家祖母近来时常挂念您，您近来可好？多谢挂念，我身子骨还硬朗，只是家里出了些事，让诸位看笑话了。这老太太倒是比她儿子拎得清。今天这事若是不说清楚，才真是叫人看了笑话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把小姐带下去！我不走！顾北辰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我好心请你来参加奶奶的寿宴，你却推我下楼，害我出丑。今天你不给我道歉，我绝不走！沈小姐，想清楚再说。真的是我推了你吗？就是你推了我，你还威胁我，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了？顾北辰，你又在搞什么把戏？你以为用这种方法，大家就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若我能自证清白，沈先生是不是应该和你的女儿一起向我道歉？自证清白，眼下这情形，他又怎么证啊？哼，这顾家女儿口气不小，嘿，有戏看了。姐姐该不会是打肿脸充胖子吧？万一失败了怎么办？那也是他咎由自取。还好，还好。江哥哥的目光虽然在顾北生身上，但心里还是厌恶他。还是说，沈先生现在就打算和你的女儿一起向我道歉？你要怎么证明？哎，你们看，顾小姐裙摆上的痕迹，像不像是眼影啊？是眼影，看样子还是橘红旗下最畅销的精灵盘。对，就是那个，我也在用这个眼影盘，太熟悉了。哎，你们快看沈小姐的眼妆，她是不是用的就是橘红精灵盘？没错，她用的就是精灵盘。你的眼影怎么会沾到我的后裙摆上？
你的鞋不是已经告诉大家原因了吗？顾北山，是你设下圈套，一步步引我进来，让我出这么大的丑。也要你有害我之心，才能走进这个圈套，不是吗？你这个毒妇，我一定……够了，曼曼，事已至此，你竟然还冤枉顾小姐，你是要气死奶奶吧？奶奶，您一向最疼我，为什么要我给这个害惨我的女人道歉？是她在学校里欺负了我，我才……混账！沈小姐一开始就这么诚实，不就好了？沈先生，你和你的女儿该道歉了。这什么情况？傅二少竟然亲自下场了！刚才我还以为只是看戏，现在这是英雄救美。顾家这女儿什么时候搭上傅家二少了？她不是一直追着江家那位吗？傅二少，小孩子家打打闹闹，有点磕磕碰碰是常事儿，倒也不必。孩子，沈小姐已经过了法定结婚年纪了吧？这顾北生是我带来给沈老夫人祝寿的女伴，我的人自然不能受了委屈回去。隐瞒夫妻关系，我倒要看看你能得意多久。江哥哥，先前姐姐还在问我怎么才能来参加沈老夫人的生日宴，说想见你一面。没想到他竟跟着傅二少来了。如果傅二少知道自己被姐姐利用了，也不知道会不会迁怒顾家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死心不改，不择手段。沈曼曼也确实过分，陷害了姐姐。若不是姐姐聪明，只怕现在出糗的就是姐姐了。定是她做了什么事，沈曼曼才会这么极端。既然一早就识破了，就该好言相劝，而不是这样置人清白于死地。都是女人，心肠却如此歹毒。踩在顾北生的头上，真是畅快。很快你也会像江哥哥一样，厌恶他入骨。混账东西！曼曼自己都承认陷害顾小姐，做错了事，道歉是理所应当。对不起，我不该这样做。顾小姐，曼曼也因为你名声受损，算是受到了惩罚，还请你就不要再往心里去了。沈先生，你女儿名声受损，是她咎由自取，别给我扣这么大一顶锅，我身子骨柔弱，背不起。小美人儿，别走啊，陪哥哥喝一杯。小美人儿，别走啊，陪哥哥喝一杯。请让开。呀，有个性，小爷我喜欢。我再说一次，让开。哎呀，这身材，这模样，尤物啊！该死，药效快压不住了，敏感度放大了10倍，必须马上离开。哎，别走啊，小美人儿！我听说那傅西周早就病入膏肓，下半身都不行了，他怎么给你幸福啊？不像小爷我身经百战，一定能让你狗女人，你居然敢对我动手！你应该谢谢我，留了你一条狗命。是王鹤鸣，他叔叔手下可是有雇佣兵的，这女人啊要倒霉了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呢？在边城谁敢惹她呀？你他妈的贱货！你这个不识好歹的贱货！老子看上你是你8辈子修来的佛前，今天晚上老子不干死你，老子就不叫王鹤鸣。哼，确实，你应该叫王八。二少，夫人虽然身手不错，但对方毕竟是王鹤鸣，我们是不是该去帮帮他？他能处理。二少竟然这么相信夫人的能力啊！不过这笔账我记下了。王少爷，看在我的薄面上，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滚开！老子今晚不弄死他，今后就不在边城立足。大哥，叫几个兄弟马上到沈家来，对，带上家伙。顾小姐，王少爷疼。
一言为定。如果你今天弄不死我，滚出滨城，永世不得再回。疯了吧？他知不知道王鹤鸣背后是谁呀？口气这么大，等下有他哭的。我滚出滨城！你是脑子烧糊涂了，还是眼睛被使活了？我不过是重复你刚才说过的话。切，不过是一个被人欺、被人践踏的婊子，哪里来的自信呢？老子多看了你一眼，还真把自己当天使了。好，今天就看你怎么死。希望一会儿你还能这么理直气壮。你刚才那一脚还不够吗？你给我等着！好，等着呢，哪儿也不走。二少，夫人好刚啊！带刀了吗？二少，要刀做什么？哎呀，江哥哥，傅二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你说姐姐她会不会有事啊？他作恶多端，也该长长教训了。太好了，江哥哥不管，傅西周也不管。顾北生，我看你今晚怎么逃！谁他妈敢招惹我家表少爷？麻溜点儿，自己滚出来！说话都哑巴了，谁敢招惹我们表少爷？自己滚出来！是陈明晓，王鹤鸣他叔叔手下最狠的打手，下手没轻没重，这下闹大了。这顾北生是不是脑子不好使啊？服个软不行吗？丢了清白总比丢了命好。这傅二少啊，明显不打算管，这下他惨了。江哥哥，你看姐姐好像害怕了。是我。哼，你大哥，就是他，给我好好收拾他一顿。放心，这世上就没有表少爷得不到的女人。小丫头，我陈明祥一般不轻易动手，现在你只要跟我们表少爷道歉，乖乖跟他走，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该道歉的是你们两个。好得很。不是要打吗？还不动手？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种没眼力见的女人，居然敢跟我叫嚣！不过一剑起流，我只需要一只手，一招就能把你打趴下。不知天高地厚，我今天定要让你哭着送表少爷睡你！完了完了，这女孩不死也得重伤。给我道歉，想好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？就算是王总也没法这么轻松接住我这一拳。这女人到底什么来头？这个贱人居然躲过去了！我刚刚还没有用全力，这一次你就当着跪地求饶吧。跪下的人只能是你。天哪，他的身手也太快了吧！这还是个女孩子吗？这气场太吓人了！我没看错吧？一招这就结束了？太快了，也太狠了！这个顾北生也太强了吧！顾北生他居然这么强！他之前打我耳光的时候根本就没用力，否则我的脑袋可能已经……你滚过来，给我道歉！怎么会这样？叔叔手下战无不胜的翔哥，居然会输给一个黄毛丫头，还输得这么惨！翔哥，你还跪着做什么呀？快起来呀！我要是受了伤，你怎么跟我叔叔交代呀？哇，好燃，好飒！天哪，这是什么神仙？
我要让他教我功夫。他可以当我老公。这药发作的更快了。怎么会？翔哥可是叔叔身边数一数二的打手，怎么3两下就被这个黄毛丫头给打趴下了？你信不信？王先生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自古以来，胜者为王。你输了，就搬别人的名号给自己找场子。不知道你的王先生知道了，会不会放过你？愣着做什么？是在想怎么道歉吗？你是要跪着道歉，还是从我的胯下钻过去？哎呀！道歉绝不可能！我要让我叔叔派雇佣兵杀了你！你敢不敢在这等着？我叔叔定然会拧断你的脖子！怎么不敢？别说你叔叔了，就是10个也未必是我的对手。你叫啊！今天不打服你，我顾北生的名字倒着写。打够了吗？还行。行，刚好我有一笔账要和王先生算。石青，父爷，割了他的舌头。什么？原来父爷问我带刀没，是这个用处啊！他果然是眼底容不得一粒沙的男人。他不是在帮我出气，而是王鹤鸣辱骂了他。辱骂我的女伴在前，羞辱我在后，这舌头留着也无用。好吧，好像也算顺便帮我出气了。哎呀，傅二少，我错了，我刚才是喝醉了说胡话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别给我一般见识啊！啊，对，我的保镖也是手痒，不小心冲撞了二少您的女伴，这都是误会，我让他给您和这位小姐道歉。我手痒，我他妈快被打废了！叔父，救我！傅西中为了顾北生这个无名小卒，又割了我的舌头，你快来帮我收拾他们！你确定是顾北生？是他，就是他，滨城的那个顾北生。是啊，叔父，你快过来！再不过来，我的舌头就真没了。他混账东西！这王总是在骂谁啊？不会一怒之下真要派雇佣兵过来吧？那这小姑娘就惨了。叔父，是他们先动手的。一定是你先去招惹他，否则以他那与世无争的性子，怎么可能跟你多说半句话？师傅，您认识他？何止是认识，他救过我的命。当年如果不是他出手相救，你以为我能活到今天？怎么可能？这个黄毛丫头是叔叔的救命恩人。你闯下大祸了，把电话给他。顾小姐，一别10年，别来无恙。当年我奄奄一息，若不是您医术高明，我早已死在大山里，成了一滩烂泥了。您的恩情我至死难忘。没想到我们再联系，竟是以这种方式，我实在是惭愧万分。怎么可能？什么好事都让他占尽了，到底还瞒着多少事？她这么厉害，还会医术，是难得一见的奇女子。或许我以前真的误会她了。江哥哥，他医术那么高明，能救王总，为什么当初不肯出手救梁学姐的脸呢？哼，说到底不过是运气好罢了，心还是那么狠。这下有好戏看了。哼，不知道怎么收场。这个顾北生真不简单，身上像是有一种魔力。王叔叔，当年只是举手之劳，算不上什么医术高明。这么久的事，我都快忘了，你也该释怀才是。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对我却是再造之恩。那孽障敢招惹你，这是我的过错。顾小姐，你想怎么处置他都行，
只要能消了您的气。少妇，你不能不管我呀！我爸爸是为了你才死的，你叔父要照顾我一辈子的，你不能让我任人宰割呀！这些年，我给你擦了多少屁股？你爸妈如果在天有灵，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只会恨当初没带你一起走。我对他们也算是问心无愧了。道歉吧，梁少爷，快道歉！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！到了剑兴许还能保住舌头啊！海生，你等着！今天这个仇我记下了，君子报仇10年不晚。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不知道你是我叔父的救命恩人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现在道歉晚了。他说到做到。叫人来，带着这条狗滚！我的天哪，傅爷这哪里是不想管，分明是早就知道顾北生的实力啊，最后才出手，一出手就要人半条命，太狠了！还不照办？傅西昭，二少不是有恐女症吗？什么时候好的？怎么一点预兆都没有啊？开车，去医院。是。掉头，回家。是。傅西昭，还有多久才到家呀？给你20分钟，带个女医生到南岸区来。让厨房准备鲜酒汤，一会儿我端过去。是。安分点儿。咦，你怎么长了2个脑袋？医生马上就到了。若是5年前那个男人给我的扳指让他戴上，应该也是别样的风华绝代吧。傅西昭，你这双手适合练习书法。想报复回去吗？我和顾新宇的仇又何止这一件？我差不多能起来了。女人果然都是视觉动物，即使是我，也无法逃离她的盛世美颜。傅西昭，你是男人，不吃亏的。看清楚了，我是个人，不是你的解药。沈妈妈下的药太狠了，要不是事先察觉，只怕后果不堪设想。
清醒了吗？那个，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银针，拜托了。你可以吗？没问题。二哥，那个，你来做什么？我看二嫂嫂好像喝醉了，不太舒服，就让厨房准备了醒酒汤。没想到会打扰你们，很抱歉。你的确打扰到我们了。我之前是不是说过，南岸居的女人没我的允许不准进我房间？你听不懂吗？我只是……带上你的东西，滚出去！她哪里是孔女，分明是孔我。为什么这么多年她从来不肯认可我？怎么这么疼？西周，人呢？情况？奇闻，天大的奇闻！我这孔女的好兄弟居然开荤了，还这么带劲儿！这，你开荤了？我这孔女的好兄弟，不会是霸王硬上弓，把人折磨成这样了吧？不是，你霸王硬上弓，小姑娘不愿意，被你折磨成这样了？不会说话就闭嘴。好的，副总。你想留在这看着也行，不过你这双眼睛可能就没了。走，出去抽烟去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他小时候被女同学碰一下手都要用肥皂洗一节课，高中直接读男校，整个学校连这母蚊子都找不到。现在床上居然躺了个女人。你们闪婚？啥？你不会是被长辈逼婚的人？难道你这么多年对女人过敏，都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她？那岂不是要从幼儿园开始？不现实啊！喂，问你呢。那个女医生见得过吗？当然，我正在追她呢，自己人。上一次你不是还在追一个女明星，这么快被人甩了？居然会开玩笑了？不对，他这是在回避我的问题，这里面肯定有事。罢了，他不回答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就当他俩是青梅竹马，从幼儿园就开始私定终身了吧。副总，陆医生已经给夫人打上点滴了，后半夜应该就能退烧。今天的事，我不想有第四个人知道。您放心。既然婚都结了，干嘛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？出去的路知道吧？行，当我没问。这不会是出了山庄就要被灭口吧？管家送客。晚安。爱上。查清楚了。夫人5岁时被顾家人嫌弃，送到了大山里有远房亲戚抚养，但那家亲戚不待见夫人，好在隔壁一位无儿无女的老大爷将夫人当亲孙女养着。然后呢？夫人13岁时，老大爷外出未归，那家亲戚就把夫人送进了山里的尼姑庵。尼姑庵？是，说起来，夫人还算是俗家弟子。夫人18岁时自考上槟城有名的大学，顾家大概是为了她丰厚的奖学金才把她接回来的。但不到3个月，夫人就进了精神病院。后面的事就和 K 先生给的资料一样了。你相信他会为了一个男人去画另一个女人的脸？不信。可是查来查去，还是没查出夫人有什么特殊的身份背景。你不觉得她嫁过来有其他目的吗？我的天，这位祖宗又在想什么？
夫人救了老太太，又在为您医治，尽心尽力，我实在看不出她有什么阴谋诡计。滚！我的地砖还没踢完呢，你得赶紧加班去了。退烧贴，我昨晚怎么了？擦，丢大发了！还好他没对我做什么，难道昨晚是他一直在照顾我？醒了？刚才顾新宇来找过你。他竟然还敢来？他说什么事了没？没有。一会儿我再过去找他。对了，带句话给他，今天晚上我那个朋友回来了。终于快要真相大白了。傅西周，昨天晚上谢谢你。姐，你醒了？听说你一回来就昏迷了，可把我吓坏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这是觉得我没文化、没工作，想带我出去见见世面？哼，笑话，不能。唉，真可惜啊！这次学校的活动是为了应届毕业生办的。说起来，当年姐姐如果没有辍学，也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呢。是吗？可惜吗？哼，装，继续装！一个大山里来的土包子，好不容易考上名牌大学，却被关进了精神病院。上次还打肿脸充胖子，说自己是博士后。哼，可见他多想要这个文凭。我就喜欢在他伤口上撒盐。江哥哥作为学校出来的优秀人才，今天会回学校给毕业生们演讲。当年姐姐是喜欢过他的吧？哼，听说你们在一起了？哼。他越是轻描淡写，就越证明他放不下。谁不想拥有名校学历呢？他曾经有机会，现在却是个只会打打杀杀的粗人啊！江哥哥追的我，不过我想着姐姐，不过是我不要的垃圾，你捡来当个宝贝。眼光不错，祝你好运。顾北生，不止不屑，你真那么心如磐石？这几味药材配在一起做成药丸，可以缓解奶奶的心脏病，长期服用还能健脾胃。都安排好了。这一次毕业庆典已经按照您的要求全部安排妥当了。只是嘛，既然您已经出山了，是不是也该出席一下呀？去啊！我没听错吧？您真的要来学校啊？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了？哎呀，好啊，太好了！滨城大学 YYDS 作为该校的大学生，我很荣幸，也很骄傲。哎呀，新宇好厉害，为我们顾家争光了。都是顾家的孩子，怎么北生差这么多呀？新宇真是我们顾家的骄傲。江学长，您毕业后能把江氏带到这个高度，真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。是啊，江学长，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机会去江氏实习？他还真来了，哼，那么清高，我还是来给我这个大学生开家长会吗？看他等一下怎么丢人。金宇，他怎么进来的？校长不是已经禁止他入内了吗？他就是顾北生啊！听说当年为了江学长，把一个叫梁婷美的脸都划伤了。这种事都干得出来，真是疯了！江学长，你不是已经明确拒绝他了吗？这么多年了，他还追着你不放，都传到这里来了。生日宴上还以为他改过自新了，没想到做那一切不过是为了再次引起我的注意。果然是我高看了他，心机比5年前更深了。抱歉，我先去处理一下私人问题。我们是不是应该谈谈？我和你有什么好谈的？为什么追到这里来？5年前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江先生，麻烦你拿镜子照一照，你又不是人民币，我为什么要追你？别那么自恋。
姐姐，你少说2句吧。我知道你对江哥哥还有些不甘心，既然都来了，就作为我的家长出席，何必再惹江哥哥生气呢？心雨总是这么懂事体贴，跟顾北生比起来，真是一个天一个地。以为谁都跟你一样瞎了眼睛，把一根草当成宝，挺好的。居然说我是一根草！江哥哥，别生气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姐姐在精神病院住了5年，出来又发现我们在一起，心里难受才会这样的。看在她是我的亲姐姐份上，就别怪她了，好不好？她怎么说我都行，毕竟得不到的在骚动，但你可是她的亲妹，她怎么能这么对你？当初心雨就是怕她不高兴，才迟迟不肯跟我在一起。没想到顾北生出院后还是这么不知好歹，连姐妹之情都不顾了。没关系，江哥哥，就当是我欠姐姐的。姐姐。江哥哥说要帮我眼见院长，姐姐，你跟我们一起过去吧。上次你惹校长生气，他都不准你再进学校了。这次你以我家人的名义进来，让江哥哥帮你跟校长说说情，说不定这事就过去了。哇，江学长要去见院长！我来学校4年，只在新生欢迎仪式上远远见过院长1次。是啊，当年学校爆出学术丑闻，差点倒闭，全靠院长临危受命，才有了我们现在一片净土的宾大。校长可是我们滨城学界的神话，校长都已经不让他进校了，他怎么还有脸来啊？要不是心雨姐心善给他个身份，这种场合啊，他一辈子都进不来，还想见校长？别污了校长的眼。是校长的助理秋琪，他怎么过来了？哎呀，你终于来了！校长特意让我过来接你。哎，怎么回事？邱主任怎么会对顾北生这么客气？他不是被校长禁止入校了吗？这哪是批评啊，分别是迎接贵客呀！什么情况？心雨不是说校长要教训顾北生吗？这根本就是骗我的！天大博士后，难道他上次说的是真的？不可能，在精神病院待了5年，怎么可能？邱主任，久等了。哎，哪里的话，请吧。哦，江同学也到了，刚好我带你们一起去讲座那边。他这是什么态度？我才是今天的特邀讲师。谢谢邱主任。江学长，你别多想。5年前，校长不就看在你的面上对顾北生颇为照顾吗？那时候大家可都以为她是你的女朋友。对呀，校长那么伟大的人，肯定是想着他精神不稳定，怕他在校园内闹起来，才让邱主任来安抚他的。学长，我看你不如趁这个机会跟邱主任好好澄清一下，不然校长还误会着，以为顾北生还是你的人呢。对呀，一定是这样。他当年成绩一落千丈，天天混日子，校长怎么可能青睐于他？从始至终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也好，是该找个机会说清楚。我就说，原来还是沾了严俊哥哥的光。一个精神病怎么可能和校长有关系？还真是会打肿脸充胖子。啊！他疯了吧？那个位置是随便能坐的吗？那可是校长的位置。这谁啊？穿的这么随意，看着也不像是被邀请来的大人物呀。他怎么敢坐在那里？第一排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，他也配？我当初怎么会喜欢上这种毫无教养、只会哗众取宠的女人？她就是我这辈子都洗不掉的污点。姐姐，顾北生，姐姐，你坐错地方了，那是校长的位置，你应该去后面的家长席位。姐姐，你如果真的想坐前面，要不你先去坐严俊哥哥的位置，等他演讲结束回来，你再换回去，行吗？嗨，他凭什么坐江学长的位置？一个疯子，连坐在这里都不配。就是，保安呢？怎么还不把这个厚颜无耻的女人赶出去？真是污染了我们学校的空气！
我可是沈家千金，靠着奶奶的关系才坐到第4排。顾北深这个贱人，凭什么坐第1排？顾北深，叫你呢，听见没有？你妹妹好心好意提醒你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你装聋作哑给谁看？顾北深，你知不知道第1排都是什么人坐的？是学校的领导，就你也配？你是哪个阴沟旮旯里爬出来的臭东西？怎么一点教养都没有？妈妈，大家别生气，我姐姐她肯定不是故意的，她就是没见过这种大场面，有些激动，你们别跟她计较。你叫她这么久，她听见了吗？跟个死人没两样。我看她就是欺负你老师。顾星宇，今天你们姐妹俩可算是出名了，我看你以后在学校还怎么立足。姐姐，你快下来吧，演讲都开始了。要是校长来了，看到你坐了他的位置，你让校长的脸往哪搁呀？如果还想从宾大顺利毕业，就闭上你的嘴，适可而止。姐姐，你别说这种大话了，你快下来呀！他有病吧？自己占了校长的位置，还这么嚣张？不知道，我听说呀，他就是因为得了精神病才辍学的。靠，有病去医院呢！来我们宾大捣什么乱？污染空气！顾北深，你还真是下贱到不择手段。以前为了纠缠江学长，就设计毁了梁婷美，现在居然跑到第1排来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你以为你坐得近，他就会高看你一眼了？我告诉你，在他眼里，你就像只阴魂不散的苍蝇，连校长的位置都敢坐。你以为宾大是你家开的吗？天哪，原来是为了江学长，真是恬不知耻。切，你看台上的江学长风光霁月，宛若天人，再看他，简直是阴沟里的老鼠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不从上面滚下来，非要等保安来把你架出去，才肯给自己留最后一点脸吗？演讲结束之后，收起你的东西，滚出宾大。让我滚出宾大？顾北深，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校长吗？顾北深，你是不是在精神病医院跟神经病玩多了角色扮演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还敢跟我摆谱？你算个什么玩意儿？给我提鞋都不配！本来看在你还想在宾大上学的份上，退学后可以给你留个自考的机会，现在看来不必了。今后宾大所有考试，包括自考，沈曼曼禁止参与。你算哪根葱？敢命令宾大？你一个只会勾引男人的贱货，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放肆！校长，您来的正好。这个顾北深在校庆上公然闹事，不仅抢占您的位置，还大放厥词，扰乱会场秩序。他根本不配参加我们宾大的校庆。太好了，得罪了校长，这下看他还怎么嚣张！哼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校长，您来之前我已经教训过他了，这种人直接赶出去就……他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。那就有劳校长您定夺了。不用等庆典结束，现在立刻收拾你的东西，离开宾大。今后你不得再参与宾大任何形式的考试。什么？校长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明明是他坐了您的位置，我为您打抱不平，凭什么要开除我？那个位置本来就是他的。不能吧，校长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顾北生就是我们宾大的校长。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校长，您是不是哪里搞错了？您才是我们学校的校长啊！我姐姐她大病初愈，刚从医院出来，年纪又小，怎么可能会是宾大的校长？校长，
这个头衔不过是继承了爷爷的罢了。当年爷爷要赴任另一所大学，才将职位传给了我。他还陪着我处理校务，帮我拿了那么多奖。真的好久没见到爷爷了。图书馆的第7层了，大家都去参观过吗？这和我姐姐有什么关系？里面的奖杯有2/3都是顾校长赢回来的。什么？当年宾大名誉尽毁，即将倒闭，并非我一人担起这个担子。顾校长在背后付出的辛苦和努力，不是你们可以想象的。你们总说没有我就没有现在的宾大，但是在我看来，如果没有顾校长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怎么可能？有些奖杯10年前甚至更早就在那儿了。那个时候，顾北生也不过是个10来岁的小孩，他哪里来的能力拿那些奖杯？是啊，而且姐姐小时候就患有精神病，一直住在乡下养病。我会吩咐图书馆馆长打开展柜，你们可以亲自去看那些奖杯的证书，上面都有归属者的全名，究竟是颁发给谁的，一目了然。哎，严校长敢让大家去验证证书，那这事儿就是真的了。顾北生真的是我们校长？可我们宾大的校长不是您吗？哼，早在5年前学校危难之际，我就对外宣布过，我是宾大的副校长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严校长当初好像是这么说过。所以他一直是副校长，而真正的校长竟然是顾北生。严校长，可既然顾校长是……在校庆之前，我就预告过，今天要为一位通过自考完成博士后学业的学生颁发证书，而顾校长就是这位同学。今天我请他过来，本想借此机会正式向大家介绍他的身份，却不曾想，好好的一个计划被你们2人彻底破坏了。博士后，所以那天在学校，他说他来拿毕业证，都是真的。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已经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，他怎么还有机会学习？怎么还能拿到博士后学位？5年前，我机关算尽，就是恨他比我优秀。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，凭什么盖过我的风头？我毁了他的学业，把他变成一个疯子。我以为我赢了，却没想到一切都是一场空。原来顾校长是真大佬啊！江学长还以为人家是追着他来的，太尴尬了啊！难怪邱主任一开始对他那么恭敬，搞了半天，人家才是真正的顶头上司啊！最可笑的是顾新宇，居然连自己姐姐是校长都不知道，从头到尾就是他在上蹿下跳，嘿，结果闹了个天大的笑话。宾大的校长才22岁，还是博士后！天哪，这简直是小说里才有的情节！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严校长，差不多了。邱主任，带他去办退学手续。是，校长。顾校长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。您看在我不知情的份上，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如果我被退学了，我奶奶一定会被气死的。我在沈家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求求你，看在同为女人的份上，放过我这一次，好不好？
同为女人，你也配？顾北山，你还真是下贱到不择手段。昨晚给我下药时，怎么没想过我也是个女人？给顾新宇记一次大过。好。顾校长，江同学，有事吗？原来他不是欲擒故纵，他是真的对我没有一丝感觉。能谈谈吗？说吧。我订了咖啡厅，不如我们……江同学，我还有其他事，如果不是什么重要的事，就不用说了。今晚那枚扳指的主人就要回来了，我孩子的父亲，我没时间浪费在这种人身上。江同学，有事吗？他一定是在装，他那么爱我，当初为了我，甚至不惜毁了梁廷美的脸，现在不过是欲擒故纵，想先让我低头罢了。那就在这里说吧。说吧。你既然是宾大的校长，为什么要跟梁廷美一个学生过不去？江同学的记性不太好，曾经我和梁廷美不也是无话不谈的好姐妹吗？是这样没错，你还去过她家，也和她一起来过我家。既然是好姐妹，你为什么要毁了她的脸？你不就是想说我是为了你吗？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？你终于承认了，你就是因为我才伤害她。哼，你心里既然已经认定，我承认与不承认又有什么区别？你拿了那么多奖，应该是个聪明人，难道不明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去伤害情敌，只会把我推得更远吗？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也为此付出了代价。这样吧，只要你今后温柔一些，我可以考虑做你的男朋友，以前的账就一笔勾销了。江延俊，你不该来宾大学金融，应该去隔壁电影学院学导演。你真是个当大导演的好材料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和你非亲非故，我什么身份？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再者，我和你以前有什么账？你喜欢我，想让我做你的男人，不应该坦诚吗？哼。从始至终，我有当面说过我喜欢你，还是说你亲眼看见我毁了梁廷美的脸？我没有，当年那些流言蜚语还不够清楚吗？你不提我还差点忘了。说起来也奇怪，为什么外界总说我是你的女朋友？江同学，难道不是你四处散播谣言，毁我清誉吗？你这是倒打一耙，我根本没有这样做过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你传的谣呢。如果不是你，那会是谁呢？我和你都没说过几句话，是谁告诉你这些是我做的？又是谁告诉你我毁了梁廷美的脸？是谁一直在你耳边说了这么多关于我的事呢？江同学，我也很好奇。是顾新宇，这一切都是顾新宇告诉我的。他说顾北生喜欢我，说顾北生为了我毁了梁廷美的脸。难道你撒谎？你觉得我撒谎也无所谓，你的想法与我无关。只希望江同学以后不要再自以为是的脑补那么多戏来打扰我。江哥哥，你在找我姐姐吗？没事。怎么会没事呢？你一定也是想找姐姐问清楚吧？我们可是亲姐妹，她是宾大校长这么大的事，为什么要一直瞒着我？而且她刚刚害你当众出丑，就像是故意的，把我们当成小丑一样。她这样玩我们，真的好吗？是啊，顾北生从头到尾什么都不解释。以前我以为很了解他，现在才发现我根本不了解。对比之下，顾北生只顾自己，太不懂事了。新宇，这些年你姐姐真的做了那么多事吗？江哥哥，姐姐其实没做什么大事，她只是太喜欢你了。可今时不同往日，她公开了宾大校长的身份，以前那些事在她眼里可能就是污点了。她或许有不得已的原因才隐瞒，我们就不要再去追究从前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要怪姐姐了，好吗？污点这个词彻底磨灭了我对顾北生仅存的一丝好感。新宇这么温柔善良，我怎么能相信顾北生的鬼话？谢谢江哥哥。顾北生，你为什么要跟我抢？我一定会亲手把你从神台上撕下来。江同学，关于演讲的事儿，请你来一趟办公室。我很忙，一些不重要的闲杂人等就没必要带到我这里来了，处理好再来我办公室。我们先过去吧。好的。
江哥哥，我不知道姐姐是校长，我不知道也做错了吗？为什么严校长和邱主任都不喜欢我？是不是有人和严校长说了什么？江哥哥，以后要顺利毕业，还要通过他们的认可才行，你能不能帮我解释解释？难道是？一定是顾北生？不会的，怎么可能会是姐姐呢？就算她得不到你，想甩掉过去那些糟心事，也不会乱嚼舌根的，一定是有什么误会。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，要甩掉也是我来，他有什么资格？而且没有人会这么无缘无故的针对你。我会和他说清楚，彻底断了他的念想，今后不会再给他机会背后耍阴招欺负你的。江哥哥，谢谢你。哼。顾北生，傅西周护着你又如何？只要江延俊对我死心塌地，成了江家的未婚妻，傅西周也不可能为了你一个外人去得罪江家。这个身份是我唯一的救命稻草。江哥哥，这是我去佛堂找高僧求来的对戒，不用戴手指上，随身携带就好。快去找严校长吧，一会儿晚了不太好。好。我一定要打赢这场有准备的仗。二少爷回来了吗？回来了，在书房。老夫人呢？蒋小姐陪她去寺庙烧香了。我知道了。现在去找她，会不会太心急了？反而会引起她的怀疑。无论如何，总算是有线索，只能等。顾小姐，二少爷吩咐了，让您在客厅等他。好。二少爷，顾小姐回来了。夫人呢？也回来了，在卧室休息。叫她也到客厅来。今天的戏一定会十分精彩啊！姐姐，姐姐，今天就能找到当年那个毁你清白的人，你心里激动吗？你放心，毕竟夫妻一场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嘛。你的意思是要告诉傅西周关于我5年前发生的一切？当然，我可是碍于姐姐你的面子。言下之意是要捅破我肮脏的过往。哼，顾北生，等着和那个60多岁的老头子相认吧。啊！怎么可能是他？明明说好的是一个65岁的老头。不，顾北生怎么配？绝不能让他知道。顾校长，学校的事忙完了？看来他对我的信任度基本为零了。西周，这位是你的夫人吧？目前是。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没见过，我对傅太太没有印象。这贱人真不要脸！没看到陆景琛不高兴吗？结了婚还勾搭别的男人。姐姐，你从小在山里长大，怎么会见过陆先生呢？不过你觉得见过也不奇怪，毕竟陆先生经常出现在杂志封面和荧幕上，见得多了。闭嘴！干嘛这么看着我？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不可能，我伪装得很好，他只是在维护他可怜的自尊，怕别人知道他娶了个山里来的土包子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陆先生，还是先看看我妹妹手里的这枚扳指，是不是你丢失的那一枚吧？啊，这么快，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好。千万不要是他的！顾北生那个贱人怎么配得上陆景琛这样的男人？他只配跟那个60多岁的老头子在一起，忍得
恶心一辈子。如果扳指是他的，我就可以冒认是当年那个女孩嫁入陆家，成为陆太太。到那时候，我看顾北生还怎么在我面前嚣张。陆晋琛是天之骄子，还有个青梅竹马的未婚妻，怎么会做出那种事？感觉上那晚的男人应该不是他，可为什么我对他会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，像哥哥一样？陆先生，这枚扳指是您丢失的那一枚吗？不急。怎么能不急啊？好的，您慢慢看。还没想起来这扳指是谁送给你的吗？没有。这枚扳指到底是别人给你的，还是你从别人那里拿走的？这枚扳指到底是别人给你的，还是你从别人那里拿走的？怎么会是他的？明明当年我安排的是那个老头，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多金帅气的陆晋琛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他竟然真的是他，那个毁了我一切的男人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这扳指到底是怎么来的？真是可笑，他问得这么理直气壮，难道心里没点数吗？何必非要撕开那些肮脏不堪的过去？这是信物，我会娶你，相信我。陆先生，倒也不用这么激动，到底是物归原主了，不是吗？这枚扳指对他来说很重要，问清楚来龙去脉没有问题。这倒是，那不如陆先生说说，您这枚扳指是怎么丢的，在什么地方，什么场合，可还有印象？在一个酒店丢的，那天刚好是中秋，算算时间，已经5年多了。如果不是今天时机不对，我定要你们一起付出代价。妹妹，你可要好好想清楚，这扳指到底是怎么来的。等陆先生失去耐心，你再回答可就晚了。这关系到我们整个顾家的命运，你可得实话实说。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居然用顾家来威胁我！对，冒充他。如果我也是受害者，说不定还能攀上陆晋琛这颗高枝。二少，这件事说起来要怪我。你是哪位？陆先生，这是我的母亲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心雨啊，事已至此，这件事就不要再瞒着大家了。有意思，这是要坦白当年的罪行了。妈，你怎么……我知道你和文素素的感情向来要好，可你怎么斗得过这些大人物呢？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素素是谁？当初不是说好了？5年前，文素素被人迷昏，失了清白，后来怀胎难产而死。你心里一直怨恨伤害素素的人，不是一直在查当年是谁做的，要为素素报仇吗？文素素，好一招移花接木，凭空捏造出来一个人顶罪。素素在死之前将这枚扳指交给你，你心疼她的遭遇，一心要为她报仇。可你怎么斗得过陆先生呢？事到如今，我必须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。原来如此，瞬间就把加害者洗白成了为闺蜜复仇的英雄，这颠倒黑白的本事真是令人佩服。陆先生，我们家心雨就是心疼素素，总想着替好姐妹讨个公道，谁也没想到这枚扳指竟然是您的。现在物归原主，您若还记得5年前中秋当晚的那个女孩，就去她的坟前烧一炷香吧。你的意思是，这是一个叫素素的女人给你的？是她死之前给我的。是啊，陆先生，她走得突然，只是大致交代了一下。若不是今天看到这枚扳指，我们至今也不知道5年前和她共度一晚的男人竟然是您。真是说的有鼻子有眼，如果我不是当事人，恐怕都要信了。谁说当年那个男人是我了？这枚扳指是在5年前中秋的早上丢失的。当晚我通宵在会议室开会，倒没想到
拿走我扳指的人在外面做了这么多事。啊，扳指早上就丢了，那晚上的男人是那个60多岁的老头。还好妈妈及时赶来，不然我就万劫不复了。不是陆敬琛，查了这么久，线索又断了，又得大海捞针。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看我们真是太武断了，差点就误会了陆先生。不过现在扳指物归原主，也算是了了我们一桩心事，我就先带心雨回去了。慢着，二少，请问还有什么事吗？文素素是你的好姐妹？是的。她若是还活着，今年多大了？要是还活着，也该22了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叶管家，今后不要什么人都放进来，南岸居不是菜市场。是，二少，绝没有下次了。陆敬琛和傅西周都是人精，怎么会这么轻易就相信了许慧荣凭空捏造的鬼话？难道文素素这个人真的存在？顾北生，怎么了？你觉得你母亲和你妹妹说的是真话吗？你既然有疑问，不相信，那在你看来，真相应该是怎样？如果我没有记错，陆敬琛的扳指丢失后不久，你就进了医院。他什么意思？他在怀疑我？是这样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也是认识文素素吧？不认识。顾新宇的事我一概不知，他们也不会要我知道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去药房了。去吧。好奇怪，我的记忆里明明没有这个人，但为什么会有这种牵动心跳的熟悉感？西周，这东西拿回来了，怎么处置？不干净，扔了。他们说的话，你信吗？不信。既然不信，为什么放他们走？这可是查清楚的好机会。顾新宇的母亲是有备而来，一问也问不出什么，不如放他们回去，等他们自己露出马脚。不过文素素这个人的确存在，她该不会是……明天是你妹妹的忌日，我就不多留你了。不知不觉，她都走了快20年了，如果还活着，应该和你这位新婚妻子差不多年纪。如果陆家千金还活着，按长辈的约定，我和她之间还有婚约。你妹妹活在大家的心里。我先走了，有事再打电话。许慧荣、文素素，兜兜转转，所有线索都指向一个已经死去的人。难道5年前那个夜晚救我的人真的是他吗？如果真的是文素素，她当年怀着我的孩子，在绝望和恐惧中难产而死，而我却一无所知。他怎么了？傅西周，你又开始不舒服了吗？他的病又发作了，情况看起来比上次更严重。这是什么？梦里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。别怕，我在这儿，没事的。滚出去！傅西周，你的记性好像不太好。我说过，只要我还是你名义上的妻子1天，就绝不会放任你不管。别推我，你也推不开。我再说一次，滚！你说1万次，我也不会滚。傅西周，先睡一觉，乖。乖？这个女人居然敢对我说这个字！每次发病都这么折磨自己吗？到底藏着什么事？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他没醒，这声对不起不是对我说。我竟然和这个女人就这么睡着了。
西周啊，你二哥，奶奶今天……西周啊，外面要下雨了，快把生生抱回房间睡，别着凉了啊！奶奶，二哥他不是有……我忘了，他的恐女症对顾北生无效。你刚才想说你二哥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就是看到二哥两只手都缠着纱布，怕他抱二嫂嫂会把伤口弄裂开。西周这孩子从小就冷冰冰的，尤其5年前那件事后，对女人更是病入蛇心。没想到生生这丫头竟是他的良药。奶奶，二哥的手……他真受伤了，也有他媳妇儿照顾，你不用瞎操心。如果真因为这点小伤连媳妇儿都抱不动，那还算什么男人？你今后找老公啊，也要找个有血性的男人，别娘里娘气的，一点伤都受不得。以前二哥但凡破点皮，奶奶都心疼的不得了，现在双手都裹着纱布，他反而还这么开心。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顾北生。奶奶说的是，那今天发生的事还告诉二哥吗？不用了，什么事儿也没有陪媳妇儿重要啊。好，我扶您回房间。哎，蒋瑜啊，过来看看。奶奶，你给我看这些照片是？傻姑娘，我这是在给你找另一半呢。我不嫁人，奶奶，我想一直陪着您。胡闹，说什么傻话？女孩子家哪有不嫁人的？奶奶，我想先完成学业，不想那么快嫁人。我看你二哥娶妻了，你也挺羡慕的，奶奶都看在眼里呢。想着也是时候给你指一门好婚事了。我是羡慕，可我羡慕的不是结婚，而是嫁给二哥的人不是我。你可是奶奶我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你的婚事我必须亲手操办。奶奶，所以呀，我已经选了好些日子了，看来看去就属齐家大少爷最合适。他母亲你也见过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就明天在蓝山咖啡见面。这么快？不快了，我已经找师傅算过，明天呐可是个黄道吉日，你先去看看，看不上也没关系，但别辜负了奶奶这番心意。就这么定了。好，这就对了，快回房睡吧。齐天月，不管是谁，明天这场相亲我一定要搅黄。喂，生生，快起来，帮我个忙。什么？以我的身份去相个亲。相亲？笑笑，你一个不婚族相什么亲？我妈以死相逼，我工作又实在走不开，所以只能麻烦你了。无论如何，要帮我把这场相亲搅黄。行，时间地点9点，蓝山咖啡。行。百合花，这不就是潇潇的相亲对象？你好，你是来相亲的吧？谢谢。你平时都喜欢做什么？齐家在滨城也是有头有脸的家族，直接拒绝恐怕不妥，得想个办法。吃饭、睡觉、打游戏。本以为干孙女是个有包袱的千金大小姐，倒不曾想她竟然如此真实特别。齐先生，其实我……先生、小姐，你们的咖啡小心烫，谢谢。先去忙吧，这里暂时没事。蒋小姐，你刚才是想说什么？蒋小姐，找错人了。这事儿乌龙了，尴尬的脚趾头都能抠出一栋别墅来。顾
北生，他怎么会跟齐天玉在这里？还拿着百合花？这不是奶奶安排我来的相亲吗？他也拿着百合花。齐先生刚刚叫我蒋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认错人了。姐，奶奶让你来的吗？抱歉，蒋瑜，我找错了人，打扰了你。你们聊，不要受我的影响。没关系。蒋小姐，这是我的问题，我没问清她的名字就请她过来坐下，导致了这场误会。很抱歉，她一定不是故意来破坏相亲的，我得给她个台阶下，免得他们心生嫌隙。虽然我本来也要搅黄这次相亲，但没想到会是这样。他对顾北生很有好感。齐大哥，没事的，就当多认识一个朋友嘛。我没关系，你不用这么刻意道歉，倒显得我有些苛刻了。齐大哥，先坐吧。相信蒋小姐也是被家里催促才不得不过来吧？他这一句话就表明了态度，是因为一开始就准备好拒绝，还是在见过顾北生之后才临时改变的想法？奶奶她老人家总是担心我的未来，所以有些操之过急了，抱歉，这件事让你为难了。不为难，倒是要谢谢蒋小姐这么善解人意。一会儿方便的话，一起吃个饭，今后便是朋友了。好啊。他好像完全忘了刚才的插曲，一眼都没往这边看。刚才你叫那位小姐一声姐姐，你们很熟吗？还好。她也是来相亲的吗？怎么会？顾北生相亲？怎么会？顾北生相亲？她明明已经嫁给西周哥了。那不是我二叔吗？我二叔是他的相亲对象。顾北生不是故意破坏我的相亲，是真的认错人。可他为什么要出来相亲？这件事如果奶奶和西周哥知道了，会怎么想？或许是吧。一个像小仙女一样的女孩，竟然会与一个40多岁快要秃头的中年男人相亲。从她的谈吐来看，也不像是那种外星人。难道她有什么别致吗？给你点了一份7分熟的牛排，1杯美式咖啡。如果不合口味，可以再换。挺好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没事，我也刚到。萧小姐这么年轻，就是首席化妆师了。看你的妆容淡雅，却不是贵气，手指也净白修长。原来化妆师的手这么好看。你的身材和长相各方面都配得上我。不过结婚之后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不能再继续抛头露面。我是书香世家，接受不了自己的妻子成天在别的男人脸上摸来摸去，所以你必须辞职，在家做全职太太。啊！另外，我年纪不小了，想要立刻有个孩子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就带你去医院做生育能力检查。不过钱你出，万一你有什么问题，我不能吃这个亏。这什么奇葩男？再就是我家有3套别墅，还有上千万的资产，这些都是我的婚前财产，与你无关。我们可以再买一套房子，不过你要付全款。我们住在这个房子里养孩子长大。我点了牛排，吃完我们就去医院。先生、小姐，你们的牛排。麻烦给我一双筷子。抱歉，小姐，我们这里没有准备筷子。萧小姐，吃牛排应该用刀叉，哪有用筷子的？不懂就不要乱说话，丢人。哼，是你不懂吧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看你长得乖巧可爱，没想到这么不识趣。你是不是没出过国，连牛排都没吃过？吃牛排要用刀叉，在西餐厅找筷子，什么毛病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。哦，是谁规定的吃牛排只能用刀叉？外国人用刀叉吃中餐，你觉得他们洋气？怎么，我们用自己的筷子吃西餐，就踩到你的底线了？这是强词夺理！我听说筷子长7寸6分，象征7情6欲，代表人与禽兽的不同。按照你的逻辑，我倒是可以理解成介绍人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竟与禽兽无异。你这个贱人，找打！谁？是你？拉着我做什么？放开我！二叔，打女人不也是禽兽所为吗？
你原来是叔侄。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喂，还算顺利。话没说完就想跑，你要去哪儿？这个疯女人！我的手！你敢打我？打你怎么了？别以为有几个臭钱就看不起女人，没有人愿意给一个傻屌当全职太太，还想要孩子。你眼眶发黑，嘴唇泛白，脱发严重，眼神飘渺，连男人最基本的能力都不行吧？先去医院治好你的不举之症再说。你血口喷人！从没见过这么个女孩。顾小姐，齐先生，有事吗？我二叔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，你住哪儿？我送你回去吧，安全一些。不用了。时迁怎么来了？蒋小姐，要一起回去吗？那我们先走了。这么多年，西周哥从没让时间接过我一次。刚才那个男人叫石青，嗯，他不是傅西周的贴身保镖吗？怎么会亲自来接顾小姐？蒋小姐，你可知顾北生小姐和你二哥是什么关系？西周哥和顾姐姐结婚的事还没对外公布，我不能乱说，万一破坏了西周哥的计划怎么办？是这样的，顾姐姐她懂一些中医，前阵子奶奶睡眠不好，就是顾姐姐给调理好的。奶奶觉得她医术不错，就想着让她也帮西周哥看看身体。原来是这样，她竟然还会医术，真是个有趣的女孩。第一次有这种心动的感觉。于丫头回来了，快说说齐家那个大少爷怎么样啊？你们俩有没有擦出什么火花啊？他人是挺好的，只是他好像看不上我。什么？他还看不上我们家于丫头？我们还看不上他呢。哎呀，不气不气，过来到奶奶这儿坐。奶奶都说了，我不去相亲嘛，我就想一辈子陪着奶奶。傻丫头，又开始说胡话了。那个齐天月，他没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吧？他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什么？是不是他说了你什么难听的？没有，奶奶你别误会，只是二嫂嫂她生生她怎么了？二嫂嫂今天也在那个咖啡厅。他也约了一个姓齐的先生见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把齐天月当成了他的约会对象，而齐天月也下意识的把他当成了我，结果他对二嫂嫂产生了好感了。这也难怪，他毕竟是先遇见了生生啊。那丫头就是有这种魅力、有眼光的人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见了他都会心生好感，何况是齐天月那样优秀的年轻人呢？生生那是无心之失，你别放在心上。再说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呀，也讲究个缘分。或许你和齐家那孩子的缘分还没到。我知道的，奶奶，我没有怪二嫂嫂，缘分这事儿也确实奇妙，刚好她约见的那个男人也姓齐，这才让我们都认错了人。江宇，你怎么总是在提醒我他约了男人？奶奶，您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跟您解释清楚事情的经过。那你知道他去咖啡厅约那个男人是去做什么吗？好像是相亲。为什么不一开始就直说？这种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可你一开始还是说了，如果真的觉得为难，大可以从始至终只字不提。奶奶，二嫂嫂在外面相亲，这终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。我作为西周哥的妹妹，
理应知无不言，可我又怕是自己误会了他，所以我只能说他约了人。我相信什么事都瞒不过您的眼睛，您比我更加了解二嫂嫂，一定不会错怪她。这倒是难为你了，好孩子，但你要相信奶奶的眼光，更要相信你二嫂嫂的为人。她不是会胡来的人，做任何事都有她的理由。我知道了，奶奶。遗嘱？奶奶怎么会突然立遗嘱？难道……这个……奶奶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您身体这么好，会长命百岁的，干嘛要写这种不吉利的东西啊？是我多心了，这丫头还是一心想着傅家，心疼我这个老太太的。人老了，总归是要为身后事做打算，早点安排好，也是为你们这些后辈造福，是好事儿。奶奶，您在房间吗？是生生啊，门没锁，快进来。二嫂嫂，蒋小姐也在，正好，我也要找你说事。二嫂嫂不用这么客气，叫我蒋瑜就行了。蒋瑜，上午在咖啡厅发生的事，我很抱歉。本来也是要准备跟你道歉的，正好奶奶在这里，我就一并说了。二嫂嫂，你不需要道歉，我相信你的为人。我和齐天月只是有缘无分，你刻意疏离他，已经很给我面子了。他若不犯我，我自然礼让3分。这是我的失误，我会认，所以你不用为我说话。奶奶，今天我去相亲了。这丫头不会是看不上西周又要改嫁吧？这么好的孙媳妇儿可不能被别人抢了去。哼，承认的这么干脆，这下看你怎么收场。我有个闺蜜被家里逼着去和一个长她20多岁的有钱人相亲，她的职业是入殓师，怕去了被羞辱又耽误工作，就拜托我代替她去，所以我才以她的身份出现在蓝山咖啡。看到了吗？我这孙媳妇儿啊，仗义得很，绝不会做有辱家风的事儿。就算你不提，她也会自己来解释清楚。这只是件小事儿，奶奶相信你的清白，不用挂在心上，更不用特意来解释。奶奶，如果对方只是普通的暴发户，这点小事自然不用来叨扰您。但对方毕竟是齐渊，他们家老太太与您向来交好，我怕这件事将来会被某些有心人传到您耳朵里，到时候变了味儿，反而让您烦心。他这话是在点我吗？我刚才的确是在和奶奶说这件事，如果她不解释，奶奶恐怕真的会对我产生看法。奶奶，我估计这件事如果不说清楚，传到外面会变得面目全非，不仅对我有影响，更会影响傅家的颜面，更何况还阴差阳错地破坏了蒋瑜的相亲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亲自跟您解释清楚，也该对蒋瑜说声抱歉。这孩子想得真周到，小小年纪做事滴水不漏，能把事情考虑得这么长远，看来我没有选错人呐。生生啊，这件事儿我记住了，
将来有谁敢在我耳边乱嚼舌根，我定然不会放过他。我在场，最清楚二嫂嫂的清白了。我相亲那件事已经过去了，以后不提了。奶奶，那我先去药房了。去吧。江玉啊，你觉得你二嫂这个人怎么样啊？二嫂为人坦荡，对人也好，我觉得她很好。生生确实是不错。江玉啊，生生是个识大体、有分寸的丫头。以后啊，这个家交给她，她会照顾好我们这一大家子人，也绝不会亏待你。我知道的，奶奶。你这么懂事儿，奶奶就放心啦。进来，关上门。相亲对象怎么样？我就说石青怎么会那么巧去接我，原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这家伙是来兴师问罪了。当然不如父爷您啦。这是什么？你的药。来，张嘴，尝尝味儿。这玩意儿能吃？这是百灵丹，用当归、人参、甘草、苦菊、莲子、薄荷叶，还有蜂巢等多种名贵药材制成的，有助于睡眠、安定心神，也能强身健体。他这是在吃泥巴吗？吃啊！味道怎么样？一般。不应该啊，味道还行的，明明比之前的好吃多了。你怎么还在？你找我还有别的事吗？你担任滨城大学校长一直多久了？他从来不是一个有好奇心的人，更不会对我好奇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回答便是。快10年了。快10年了。虽然早就知道他不简单，但这个答案还是有些出乎意料。所以，我的博士后证书，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？博士后？怎么，校长贵人多忘事，不记得了？博士后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严安之提过，有个学生在校外完成了所有博士后课程和考试，是宾大第一个博士后。我当时还很高兴，说要亲自签名颁发证书。没想到竟然是傅西周。顾校长是打算让我重修吗？不用，回头我让严校长签名给你送过来。不用。为什么？我要你的亲笔签名证书。好啊。你不是说味道一般吗？骗你的。骗我的？傅西周刚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真是叫人猝不及防。二嫂，这些药是用来做什么的？给奶奶做的，压制她心脏病的中药丸。可是二嫂，这几味不都是治风寒的药吗？你认得这些药材？我是川南医学院的研究生，主学中西医临床医学，所以略懂一二。恐怕不只是略懂一二那么简单。药材的分量和配伍不同，药效自然天差地别。治风寒的药，换个方子也能医治别的病症。原来是这样，受教了。以后学习上若有难处，还要多向二嫂嫂请教。客气了。
二嫂嫂，你先忙，我把蜜枣给奶奶送过去。好。他换了衣服，这是要出门。这是什么？药浴可以缓解你的精神紧绷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再去烧水备着，水一凉，药效就失了一半。傅西周，你坐着干什么？脱衣服啊！叫人把这些拿出去。不行，这些药材很名贵，是专门为你熬制的，不能浪费。快脱衣服，一会儿水就凉了。快脱呀！不得不说，这个男人确实是个绝色。等你脱完，水都凉成冰了。别动，我来。这身材绝了，性感的喉结，完美的胸膛线条，还有人鱼线，这真的是个病人吗？顾医生，我内心是住着一个女流氓吗？顾医生不帮我把裤子也一并脱了吗？你自己来。面上镇定自如，内心慌得一批。不要脱得太干净。我知道你有洁癖，所以熬的药汁用纱布包裹住了药渣。傅太太还相亲吗？啊？这都过了1天了，怎么又提起来了？刚才叫我顾医生，现在叫我傅太太，这是在提醒我注意身份。相亲是个意外。这到底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啊？算了，下次潇潇再找我帮忙，我还敢。西周哥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关上门，我不喜欢沐浴时有人进出。西周哥是忘了吗？顾北生也在这里啊！糟了，这怀疑的小眼神，他肯定觉得我要对他图谋不轨。这时候把手拿开，不就等于承认了吗？可要是不拿开，只会让他更警惕。傅爷这是害羞了？10个霸总，9个假孔女，就他一个是真的，头疼。傅爷，我是个医生，接触病人是家常便饭，这不是轻薄。是吗？当然。药浴要配合针灸，效果才最好。有劳了。这大爷可真难伺候。我再帮你按一下穴位，能更好的吸收药效。这个声音怎么感觉软软的？是被药浴泡的吗？平日里那个清冷阴晴不定的傅西周，现在竟然有点乖。禁欲系霸总秒变小奶狗，这可真是稀奇。
可以起来了，过半个小时再去清水冲洗一下。今晚可能会四肢发软，别担心，是药浴后的正常现象，休息一晚就好了。知道了。隔一天还要继续药浴，先持续1个月看看效果。擦，就算洁癖严重，也不至于这么冷吧？好。所以他不是嫌药浴麻烦，那是想到什么别的事了。药浴期间情绪不能波动太大，注意修身养性。你很吵。好你个傅西周，下一次药浴我非得给你下点猛料，治治你这傲娇的臭毛病。记得用清水冲洗，不然会长疹子。明天还要给奶奶准备药，只要我还是傅家的孙媳妇，照顾奶奶就是我的责任。他的胆量和身手都不是普通人，以他的能力，完全可以拒绝顾家的安排。他替家而来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傅爷，您找我。文素素的家人现在过得怎么样？二少终究还是放不下啊！查了这么久，终究还是证实了文素素就是当年那个女孩。许慧荣也承认，本只是文素素临死前交给他的。找了这么多年的人，却是这样一个结局，二少的心里一定很难受吧？回父爷，文家已经渡过了难关，可以说是高枕无忧。只是他们有个小小的请求。说。文素素的妹妹文婉婉大学毕业了，文家想给她安排个好工作。你有什么建议？家里的女管事上个月辞职了，这个位置一直空着。文婉婉是学管理的，或许可以胜任。你安排吧。是。慢着，让她管住嘴，当年的事不准提半个字。是，我明白。二少对文家的补偿只是看在文素素的情面上，若文家人不知足，踩了二少的底线，他绝不会心慈手软。生生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给您准备的治疗心脏病的药。好孩子，我听叶管家说，你这几天都在忙着给西周配药，没想到还惦记着我这个老太婆啊！瞧你这满头的汗哦，肯定累坏了。不累，奶奶，您快尝尝看。二嫂嫂，这看起来像糖果呀。药材本身很苦，和红枣、核桃仁一起能补气血、安抚心神。我加了白糖中和苦味，一半药一半糖，口感会好很多。生生啊，你对我太好了，我真是修了8辈子的福分，才得了你这么好的孙媳妇儿啊！奶奶，这对我来说是举手之劳，您快试试。好吃，甜中带点微苦，还有核桃的香，一点都不难吃。您喜欢就好，一天吃5颗，不能多吃。是药3分毒。生生啊，奶奶年纪大了，生老病死是常事儿。我写了一份。奶奶，奶奶，您怎么了？我没事。顾北生，你到底给我奶奶吃了什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请医生！是。老夫人这是怎么了？她吃了二嫂嫂研制的药汤，就倒下了。二少奶奶，这……先扶奶奶躺下。
释一下。别碰奶奶！我是医生，要知道病情必须把脉。奶奶就是吃了你的药汤，才变成这样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的药有问题？你现在是当事人，给奶奶诊脉的事交给其他人。好烫，奶奶发高烧了。老夫人还有严重的先天性哮喘病和心脏病。奶奶，你千万不要有事，千万不要吓我。怎么回事？苏医生，您快来看看。老夫人是感染了风寒，导致气虚、呼吸不畅，才突然吐血发高烧。不是中毒吗？没有中毒的迹象。对不起，二嫂嫂，是我误会你了。这是驱除风寒的药，马上去煎，喝下就会有好转。是。叶管家，等一下。二少奶奶还有什么吩咐？你去给二少打电话，让他务必马上回来。还有，药方给我看一下。快去吧。奶奶不喝药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给我吧。我从医20年，还是第一次见人这么喂药。湿了嘴唇，总能入口一点。老夫人怎么样了？我看看。说话，老夫人到底什么情况？老夫人她喝了药反而更严重了，这脉象就像是中毒了。你刚才还说只是风寒，怎么会中毒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明明是治风寒的药，喝下去怎么就变成中毒了？中毒轻重，能不能救？这毒性霸道，只怕是无力回天了。是你给奶奶下毒了！你还想怎么样？就是你给奶奶吃了你的药，奶奶才会吐血晕倒。苏医生的药方你也看了，没问题。可现在奶奶就是中毒了。你下来我们傅家才几天，为什么要害奶奶？我的药方没有问题，剂量也没错，不可能中毒。只要我给奶奶把脉，就知道她中毒的原因。二少奶奶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说我苏某人在咒老夫人死吗？你知道就好。你什么？闭嘴！如果想让奶奶度过此劫，闲杂人等不得插手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有什么本事。今天你要是治好了老夫人，我苏某人从此退出医学界，再不给人看病。那就准备好昭告天下。明明是你下的药，你凭什么？闭嘴，让他治。谢周哥，你相信他？他竟然会信我！滚开！脉象果然是中毒，而且十分微弱，快要停了。你确定第一次把脉只是风寒？我行医20年，从未错过，的确是风寒之症。叶管家，把我之前熬药留下的药渣和刚才那碗药的药渣都取过来。是，二少奶奶。这种催吐针法，只在古籍上见过。对施针者的要求极高，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患者窒息。他到底是什么人？药渣拿来了，剂量和药材都没问题。怎么会这样？红花的剂量超出了我开方的3倍。红花活血，少量对奶奶的心脏有益，但剂量这么大，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就是致命的毒药，这是要奶奶的命。有人在我给奶奶准备的药草里动了手脚，加重了红花的剂量，这才是导致奶奶中毒吐血的真正原因。确实大的离谱。二嫂嫂，这不就是你给奶奶用的药吗？让
奶奶长期服用着药汤，不久之后定然会暴毙身亡，好狠毒的心呐！这确实是我给奶奶的药，不过红花的剂量没有这么多，这药被别人动过手脚。选材料到熬药，再到制作药汤，哪一步不是你亲力亲为？若不是你起了坏心思，谁能害得了奶奶？好笑！若真像你所说，我处心积虑想害奶奶，为什么不把控好红花的剂量，反而放错剂量被当场揭穿？我一个懂药理的人，会用这么麻烦又愚蠢的方式下毒，好昭告天下是我害了奶奶吗？那是你没把握好剂量。不得不说，蒋小姐有当导演的才华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为什么你的药剂量会出错？一开始把脉是风寒，是我的药被人动了手脚，但为什么过了几十分钟就成了中毒？一定有一味药与加大剂量的红花相冲突，才导致奶奶真的中毒。好缜密的算计。医治风寒的药与医治心脏病的药相结合，本来没有任何问题，但因为我药里的红花剂量被人恶意加大，两者结合，才导致奶奶真的中毒了。布局的人知道，奶奶吃下加大剂量的红花药糖后，脉象会紊乱，看上去像是感染风寒。一旦这时候再服用治风寒的药，轻则昏迷不醒，重则当场毙命。果然如此，若是我之前能检查一遍你这药渣，老夫人就不会命悬一线了。这么复杂的招数，只有策划这一切的人才会分析得如此清楚吧？顾北生，奶奶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她？蒋小姐，我选药材之前，你来过药房，并且看了我所有的配方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川南医学院的高材生，应该也是懂药理的吧？顾北生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见谁要谁。我昨天只是去……现在我没空和你追究是谁干的。奶奶很虚弱，不想她死，就靠边站。你要做什么？放开！你拿刀子做什么？奶奶的情况越来越糟，我要放掉一点静脉血，再给她用药。你继续拖下去，只会更糟糕。哪有你这样治病的？我已经打了医院急救电话，等医生来了，奶奶一定会渡过难关。西周哥，他本来就有嫌疑，奶奶现在生死未卜，不能再任由他折腾了。除非他能证明下毒的事与他无关。我不需要证明什么，奶奶醒来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倒是你有机会救治，却在这里混淆视听。莫非你不想救奶奶？你胡说！够了，西周哥，你……叶管家，把他绑起来，再多说一句就扔出去。啊，这为什么西周哥会那么相信顾本生？明明所有证据都指向他，为什么？现在我可以立刻将奶奶送往医院，那样可能会很危险，但无论结果如何，都与你无关。若她经你之手出现意外，今后你也别想走出那暗局。现在，你可以选择。他是在试探我，如果我救不好奶奶，他真的会杀我。老夫人她，你们快看，老夫人的手指动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不烫了，奶奶退烧了，也脱离了生命危险。之后只要按时吃药，将体内的毒素排清，就能痊愈。只是这段时间
需要卧床休养。奶奶真的没事了？苏医生可以再复诊一次。好。脉象虽然虚弱，但已经平稳下来，高烧也退了。二少奶奶，你是哪个医学院毕业的？我不是医学院的学生。苏医生，还记得刚才说过的话吗？我会宣布退出医学界。退出倒不必了，之后奶奶的身体调理还需要你。对不起，二少奶奶，是我太过自傲了。谢谢您的大度。今后但凡有需要我苏某人的地方，我绝不推辞。不必了。西周，奶奶，我在。奶奶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差点醒不过来的梦。没事了，只是一个梦。生生，奶奶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我虽然昏迷着，但都听见了。明明你可以袖手旁观，却坚持要救我，你真是我的福星啊！你受这么大的罪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如果我把配好的药材带在身边，就不会被有心人利用。不要去承担别人的过错，是别人利用了你的善良。好了，我现在很虚弱，想休息一会儿，你们也都回去吧。蒋小姐，我们先出去吧，别打扰老夫人休息。西周哥，我想留下来照顾奶奶。奶奶需要静养。二嫂嫂，今天的事是我太武断了，差点因为我的失误判断害了奶奶，对不起。还好有你，不然奶奶她，我真是万死难辞其咎。蒋瑜，二嫂嫂，我要你以你王母的灵魂对天发誓，多出来的那位红花不是你放进去的。若是你害的奶奶，你母亲的灵魂将永生不得安息。西周哥，我没有害奶奶，奶奶救了我的命，又把我养大，我怎么可能害她？既然没有，那便起誓吧。二嫂，我一向敬重你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狠毒？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已经够苦了，你还要打扰她？若你没有做，又怎么会打扰到她呢？这个誓言也只会不痛不痒。若你做了，大方承认，也不需要起誓。我没做。起誓吧。如果是我害的奶奶，我母亲九泉之下不得安宁。这就对了，我暂且相信你。毕竟你若是撒了谎，也有你母亲的亡魂为你买单。二嫂，你为什么这样针对我？说起来我也想知道，傅家上下那么多人，为何偏偏只有你一个人针对我？我去给奶奶准备晚上的药膳。蒋瑜，你还记得你母亲是怎么死的吗？妈妈为了护我，被奸夫活活打死，她死不瞑目。你可真是你母亲孝顺的好女儿。她跟顾北生一样，都怀疑是我，她在故意刺激我。傅西周，你总是这么会诛心。西周哥，我没做过，我母亲的灵魂也不会不得安息。有了红花的前车之鉴，绝不能再出任何差错。
你怎么来了？这个触感，这个温度，今天谢谢你。这是我分内之事，你不用道谢。如果没其他事，我先去厨房给奶奶熬汤药。他在怕我，为什么？是因为刚才的动作太暧昧了吗？喂，师傅姐，成功了！你种下了第129株残月草，成活开花了。果子我已经收好，放坛子里了。太好了！找个风和日丽的天气，把残月草和残月果，连同其他的草药一起，小心送到南岸居。记住，一定要万分小心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好，我明白。顾北生，你就是跟这群疯子待了5年，呵呵，总算让我心里痛快了点。陈医生，顾小姐，你来了，跟我去办公室吧。这5年，我姐姐在医院里都干些什么？哼，我倒要看看你一个疯子是怎么爬上宾大校长位置的。顾小姐，您姐姐平时要么待在自己的房间，要么就在院子里种花种草。就这么简单，没踏出过医院半步？当然没有，我们这里是全封闭式管理，跑出去一个麻烦就大了。倒真是闲得住。带我去看看他种的那些花草。你确定这些都是顾北生种的？是的，这片地原先是枯地，您姐姐花了5年时间，日复一日，才有了今天的景象。后来有病患家属捐钱，为他搭建了那边的小木屋，他就一直住在那儿。你有钥匙吗？没有，钥匙在您姐姐那儿。这里不是精神病院吗？怎么能任由一个病人胡来？这片种植区得到了我们医院最大投资方的首肯，我们无权干涉。最大的投资方不是我们顾家吗？早在您姐姐进来的3个月后就不是了。那是谁？ K 先生。K 先生，那个顶级黑客，搞什么鬼？一个黑客怎么还搞起资本投资了？你好，请问你们要把这些花草搬到哪儿去？南岸居。南岸居？那不是富家老宅吗？是的，就这几盆，专门让人来取这几盆绿植。难道这里面有什么秘密？啊，请等一下，我是顾新宇，我姐姐之前说要送我一盆绿植，我刚好路过，就自己来拿了，免得她再麻烦人送一次。这位是顾家的3小姐。啊，原来是这样，那顾小姐您自己拿吧。新宇，怎么搬这么重的东西回来？累住了吧？新宇，家里又不缺绿植，怎么还自己往回搬啊？可是，妈，你怎么了？这盆绿植有什么问题吗？新宇，告诉妈妈，你这盆东西是从哪儿得来的？就是从顾北生的院子里拿的。妈，这到底是什么？这是罕见的贺兰草，可以说是50年难遇的稀世珍宝。什么？贺兰草？
10年前就排出3000万天价的那个。我怎么会认错？你忘了，妈妈以前也是学医的。快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是说顾北生的院子里不止这一本？对啊，妈，顾北生那个乡下野种，他怎么可能种得出贺兰草？既然是他种出来的，那就好办了。傻丫头，她是你姐姐，是顾家的2小姐，她的东西不就是我们顾家的吗？这下我们发财了！小心点，都小心点，这可不是普通的花花草草，每一株都价值连城。成华，我们真的发财了！有了这些，我们顾家就能重回巅峰。爸妈，我就说吧，顾北生那个野种，浑身都是宝，他留下的东西就该是我们顾家的。顾先生，这些真的都要搬走吗？顾小姐她一个精神病懂什么？我们是他家人，替他处理这些东西理所当然。哎，快搬！哦，谁给你们的胆子动我太太的东西？顾北生，北生，你听我们说，我们是怕这些东西没人打理，想帮你，帮我把他们都搬回顾家，然后卖个好价钱，是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我们是你父母，你的东西就是顾家的东西。副总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还请您不要插手。你的东西？顾成华，你好像忘了，顾北生现在是我的妻子，傅家的女主人，她的所有物都受傅家保护。傅西周，你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个乡下来的野种，是个精神病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我配不上？难道你配得上？一个连贺兰草都不认识，只会巧取豪夺的小偷。你胡说，我没有偷。西周，报警吧！有人光天化日之下意图盗窃总价值超过10亿的珍稀植物，我想警方会很感兴趣。别报警，北生，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你不能这么对我们。北生，妈妈错了，妈妈也是一时糊涂，你原谅妈妈这次好不好？从你们为了利益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那一刻起，我们就不是家人了。K 先生，那个投资方 K 先生就是你，对不对？总算还不算太笨。副总，顾小姐，我们接到报警，说这里有人企图盗窃。就是他们，人证物证俱在，麻烦你们了。不，完了，全完了！不要打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都是他们后面逼我的。顾北生，我祖国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其实我早就想问了，你到底还有多少马甲是我不知道的？顶级黑客 K， 神医圣手，现在还是个植物学家。傅爷，你的替嫁新娘是大佬，你第一天知道吗？想知道我所有的秘密，你可能要用一辈子来慢慢发掘了。一辈子？那可不。